錄仔係嘛？好似有啲窒啊！等等下先，你咁樣大家好，嗱，一直播都開始咗啦，先啊，直播開始咗，等陣，大家好，歡迎咧，大家參加我哋今晚嘅直播。咁你或者我講幾句先啦嚇，好歡迎啊丁丁同埋阿徐。好歡迎咧，加入我哋今晚嘅直播。咁你或者我講幾句先啦嚇，好歡迎啊丁丁。唔好意思，我頭先嗰個咪冇熄啊，唔緊要，冇事，OK，冇問題。OK，嗱咁咧就因為上個禮拜咧就係長假期啦，咁同埋咧阿徐立賢咧就係去咗旅行啦，咁我自己身體咧都有啲毛病啦，咁咧就其實有呢排咧都做咗好多身體檢查啦，咁啊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就去深圳嘅港大醫院咧就做咗一啲第一次啊去呢個深圳港大醫院做一啲身體檢查，咁有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個過程啦，咁總之結果咧都會有啲椎間盤突出啦，咁啊有啲腎石啊，咁啊變咗咧一抽二楞，咁啊所以呢排啲身體咧就弱咗地下，咁所以咧就上個禮拜就休息咗一次。OK，咁啊多謝大家參加我哋今晚嘅直播，咁我交俾阿丁丁主持啦。好啦，咁啊多謝阿四陽先生。咁樣咧，想同大家講翻句啦，即係今日母親節啊，咁啊想祝大家即係如果有爸爸有媽媽嘅話，就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啦。咁下個月爸爸節啊，咁我下個月再祝阿四陽先生母親節快樂啦。咁樣呢個只不過即係應下節嘅啫。咁啊，即係講到呢度就我哋開始翻今日我哋嘅題材先。咁樣就關於今日即係徐立賢先生咧，就我諗我喺嗰個即係節目預告都講咗，我哋今日會講鮑威爾嘅即係嗰個即係最新嘅議息會議有個記者會聲明啦，同埋關於嗰個即係而家即係中美喺嗰個瑞士嗰度傾緊嗰個關稅戰嗰個即係個談判嗰個問題啊。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呢個嘅。咁我首先想問阿徐立賢先生，你即係對於即係而家即係嗰個對於嗰個息率嗰個方面，其實即係阿鮑威爾有啲咩想講，同埋你覺得一個分析，你自己個分析係如何咧？係啦，唔該晒。好，咁啊，我哋逐樣講下啦。咁其實即係隔咗2個禮拜，咁啊個市況都即係變化咗好大啦。咁啊，逐樣嘅即係一啲事件，我哋都討論下啦。咁啊，先講下個議息啦。咁我諗大家都唔會意外啦，即係嗰個即係今次就議息係繼續維持嗰個利率不變啦。咁我諗即係大家即係最 concern 嘅，我諗都係關於即係鮑威爾即係喺個記者會上面即係提到一啲嘅論點啦。咁你就見到其實今次唔減息嘅主要原因，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即係佢哋都認為即係嚟緊嗰個關稅會令到嗰個嘅通脹帶嚟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啦。甚至乎即係佢哋亦都講到啦，即係誒關稅嘅影響，即係令到經濟即係出現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啦。咁令到即係最近嗰個包括嗰個嘅連個就業市場都出現一個即係疲弱嘅狀況啦。咁啊更加即係佢哋都提到即係嚟緊可能會出現一個叫雙重目標嘅衝突啦。咁因為即係大家知道聯儲局其實即係有兩大嘅 mandate 啦。咁第一個咧就係即係要維持嗰個嘅物價嘅穩定啦。其二咧就係全民嘅就業啦。咁但係由於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就係一個即係非常複雜嘅情況啦。一就係話個通脹嚟緊，佢哋覺得因為加咗關稅影響之下咧，有機會出現反彈啦。其次就係疲弱嘅經濟可能令到即係嗰個嘅失業率可能有機會飆升啦。咁但係由於如果減稅嘅話咧，sorry 減息嘅話咧，咁會令到即係個通脹有機會即係急劇咁樣反彈啦。咁但係如果唔減息嘅話咧，就會令到嗰個嘅經濟進一步下滑，令到嗰個嘅失業率咧可能會出現快速嘅飆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有少少就可能即係大家即係一直都會憂慮嘅情況，就係即係可能會出現一個滯脹嘅情況咯。咁即係話經濟就冇起色啦，咁啊但係通脹亦都高企，咁啊令到出現一個即係滯脹嘅情況啦。咁喺滯脹嘅情況之下咧，聯儲局咧可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難去處理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即係我諗
出嚟意識之後，我諗大家都會即係嚟緊可能會即係比較 concern 嘅，究竟就係話嚟緊即係美國嘅經濟會唔會真係會出現一個滯脹嘅情況啦？咁同埋就係嚟緊，我諗第二樣嘢我諗我哋即係非常之需要即係留意，就係究竟嚟緊嗰個嘅關稅個談判究竟會係點咯？咁先講咗即係啱啱即係禮拜四啦，咁其實特朗普就預告咗就話會即係同呢個一個國家會達成一個即係關稅協議啦。咁大家都好快都其實都估到，咁就係會同呢個嘅英國啦，咁見到啲外媒咧，其實都已經係即刻估到，咁即係邊一個國家會同即係美國首先達成呢個嘅關稅嘅協議啦。咁我諗呢樣嘢其實亦都對於市場嚟講係一個即係好重大嘅意義啦，因為英國即係第一個國家同美國簽署嘅關稅協議咧，我諗會嚟緊會成為一個好多嘅國家會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參考嘅藍本咯，同埋當第一個國家簽署咗個關稅協議之後咧，其實我諗逐漸亦都會令到市場會覺得咧嚟緊個關稅嘅不確定性咧會逐漸去減低咯，因為即係始終開始已經有一個參考嘅標準啊嘛。咁睇翻即係其實美國同英國嘅即係關稅嘅協議啦，咁其實大家我諗睇新聞都大致上都會了解入邊當中一啲嘅細節㗎啦。咁呢度都唔特別再重複太多啦。咁其實美國同英國嚟講，咁基本上就美國同英國咧反而係存在一個貿易順差嘅，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咁因為即係如果用翻特朗普嘅思維咧。基本上就美國就一直就攞緊英國嘅着數啦，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實際上佢都仲係會喺大部分嘅環節入邊咧收多咗10%嘅關稅嘅。咁牌面嚟睇咧，咁英國佬咁當然係都係算係比較蝕底啲啦。咁但係實際上即係我諗之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即係環球嘅關稅嘅。即係貿易談判就好似即係一個即係所謂 game theory 嘅入邊一個嘅 Pearson dilemma 嘅選擇啦。咁實際上即係大部分嘅國家，除非唔想同美國做生意嘅啫，否則嘅話咧，其實好多時佢哋最終嘅最好嘅最理性嘅選擇，可能都係會同美國去簽署嗰個貿易嘅關稅咯。咁我諗簽署咗即係美國同英國簽署咗呢個關稅之後咧，咁我諗嚟緊就係。睇下嚟緊就係包括日本啦，或者印度啦，咁呢幾個國家，我諗陸陸續續就都會有機會同美國好快會達成一個關稅協議咯。咁同埋睇翻就係呢次簽署嗰個嘅關稅協議入邊咧，其實美國啦同英國其實大家喺個別嘅範疇入邊咧，都似乎都有一啲鬆張嘅。咁包括咗啦，見到譬如汽車嘅入口啦，由之前嘅關稅咧，由27.5%啦，其實係下降翻去10%嘅。咁但係雖然咧就嗰個嘅配額咧就只係得10萬部啦，咁但係呢個你見到都係其實喺美國方面咧，其實喺個別嘅層面入邊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嘅鬆張俾佢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咧喺嗰個貿易個談判出嚟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個市況個反應就其實唔係太差啦。甚至乎其實如果我哋即係由4月頭即係特朗普公布呢個即係解放日開始，其實你見到反而個美股咧就由嗰刻就已經係好快見咗底，甚至乎如果你睇翻過去嗰20幾個、30個交易日入邊咧，其實美股更加係錄得升幅嘅。咁所以你其實見到咧喺呢段時間咧，市場對於嗰個貿易戰啊、關稅呢樣嘢嘅影響咧，其實開始係轉趨翻係睇翻係比較正面一啲咯。咁我諗隨住即係頭先講話即係美國啊、英國啊。達成呢個談判啦，咁甚至乎其他國家亦都會同呢個美國會簽署個貿易嘅協議之後咧，咁我諗呢個亦都會令到嚟緊個市場嗰個嘅睇法亦都會更加正面咯。咁
至於頭先阿丁丁亦都講過啦，咁啊今個禮拜可能週末大家都會關注住即係中美嗰個雙方嘅談判啦，咁啊今日出嚟嘅新聞就誒、特朗普就講到話即係美中個會談係非常之好啦，取得一個好重大嘅進展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留意即係特朗普嘅即係所謂嘅交易嘅邏輯啦，咁佢多數都係會係好多時都係會係一個反口覆舌嘅情況啦。咁好多時咧，佢越係講話取得進展啊，越係話就快傾好嘅時候咧，佢就會突然間即係又再改口啦，獅子開大口啦。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即係中美嘅貿易談判咧，亦都唔會太過容易，就係話喺短短嗰禮拜六喺個瑞士開完會，咁就可能會傾掂咯。咁尤其是你見到中方今次，我覺得佢對於嗰個嘅貿易談判，亦都係有備而嚟啦。咁始終都有1.0嘅經驗之後咧，其實或者都由特朗普1.0之後咧，其實都中國大陸其實都過去嗰幾年其實都已經有一定嘅準備啦，包括即係實質嘅準備又好，心理準備又好，咁都你會見到其實今次嘅談判咧，我覺得會係更加艱難咯。甚至乎如果你睇翻即係最近啱啱出嚟嗰個中國嘅出口數字咧，其實都冇一個即係除咗美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出口咧係出現萎縮阻力，反而其實你見到中國對於東盟嗰個出口數字反而有個增加啦。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覺得就成個談判可能都仲會拉鋸一段時間咯。反而呢段時間可能大家係要更加留意翻即係美中嗰個嘅談判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咯，就唔好太過度樂觀。尤其是即係大家知道即係特朗普嘅交易的藝術啊嘛，咁佢嘅交易的藝術就係即係不斷咁樣即係反反覆覆、反反覆覆，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反而呢一方面就更加要小心咯。咁至於即係再講翻少少即係個市啦，咁啊，我覺得上個2個禮拜啦，咁大家即係我哋啱啱上一次有講到咧，其實講過一個即係一個嘅指標啦，就係個 Straits Breath Plus 嗰個嘅 ZBT 呢個指標啦。咁係一個市寬嘅指標，就講話我哋話過呢個指標其實都係一個好罕見嘅現象啦。咁啊，過去由2次世界大戰以嚟，即係只係出現過即係18次左右嘅啫。咁啊，每次呢個嘅指標出現咧，咁其實都反映到咧嗰個市出現一個好大嘅轉折咯。咁 in fact 其實即係亦都喺我哋即係上一次即係4月20幾號做節目嘅時候，到而家你見到其實個市咧，亦都真係出現一個即係比較好嘅升幅啦。甚至乎如果大家留意翻即係美股即係唔少個股嘅表現啦，咁其實喺過去1個月嘅時間咧，其實唔少嘅個股咧，其實都錄得唔錯嘅升幅，甚至乎咧嗰個業績唔好都好啦，即係出嚟嘅業績唔係太理想都好啦，咁其實都喺呢段時間咧，反而係做得比較好嘅。咁啊，包括咗譬如 Tesla 啦，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出嚟個業績就非常之爛啦。咁但係反而喺過去嗰20日咧，其實佢嘅股價反而就差唔多升咗接近2成啦。咁另外即係Palantir 啦，咁即係新一代嘅股王啦。咁啊，其實喺過去嗰1個月咧，其實個股價即係出完業績之後，雖然就曾經對過下啦，咁但係其實近20日咧，其實已經升咗超過3成。咁啊，另外就係市場嘅風險胃納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見到咧，都有一啲改善。其實你見到譬如包括咗個Bitcoin 啦，係其實係喺呢段時間係做得好好啦。咁所以都帶動咗譬如 MicroStrategy 嗰啲咁，其實你見到都升咗差唔多超過5成嘅喺最近呢1個月。咁甚至乎大家可能有中意一啲 healthcare 啦，線上嘅 healthcare 股啦 HIMSS 啦。咁啊，其實喺近呢1個月咧，其實個股價升咗差唔多接近1倍咯。咁所以其實你都見到咧，數落去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個股咧，其實都係即係錄得唔錯升幅，甚至乎可能一啲同關稅影響比較低嘅
關聯度比較低啲嘅個股啦，譬如好似 Netflix 咁樣啦，咁其實過去嗰一個月咧，其實個股價其實都升咗接近2成幾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都有唔少嘅大嘅個股，都唔係一啲細嘅個股啦，其實做得唔錯咯。咁反而咧同關稅戰影響比較深嘅個股咧，就大家可能要小心一啲啦。咁啊，包括咗譬如蘋果啊、Amazon 啦。咁啊，雖然呢兩間公司其實出嚟個業績就唔係太差啦，咁但係咧就其實個市場咧個戒心明顯係都算係比較明顯嘅。尤其是其實你睇翻 Amazon 個數字，其實都係非常之亮麗啦。第一季個營收咧去到1557億啦，咁同埋每股盈利去到1.59美元，其實雙雙都好過市場預期嘅。咁如果睇埋 Amazon 嗰個 Cloud 啦，即係 AWS 個收入咧，去到293億美金啦。咁呢個當然亦都係一向係 Amazon 一個業績嘅增長嘅主要動力啦。但係問題咧，市場比較憂慮嘅地方就係對於第二季嗰個嘅財政嘅展望啦，個 guidance 啦。咁啊，市場係佢嘅預估咧，大概係130億至到175億啦。咁呢個二個明顯係即係無論個 lower 班同埋 upper 班，其實都低過市場預期嘅。咁所以反而咧出嚟個盤後，即係出完業績之後，個股價就做得唔係咁好啦。咁甚至乎其實最近 Amazon 亦都同即係白宮政府啦，其實你都見到咧嗰個都傳出一啲即係唔太和諧嘅新聞啦。咁因為即係有傳就係話 Amazon 會將嗰個嘅關稅嗰個成本咧，就會直接顯示喺嗰個售價入邊啦。咁呢個就惹嚟咗即係特朗普一個好大嘅不滿啦，甚至乎有傳話佢打電話俾呢個Jeff Bezos 去即係去投訴呢樣嘢，要求佢撤回啦。咁後來即係雖然有澄清到呢個係一個誤會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其實都明顯見到佢哋係一個喺呢件事上面咧係有一個即係幾大嘅即係摩擦入邊啦。因為即係我諗對於 Amazon 嚟講，咁當然非常之不滿啦，因為即係關稅政策令到好多網上銷售嘅成本，即係個貨產品嘅成本都會大幅增加啦。咁呢個會直接影響到佢嚟緊嗰個線上嘅銷售啦。咁另外啦，咁消費者因為即係嚟緊預期嗰個消費即係越嚟越高啦，咁呢個有機會拖累翻喺嗰個線上個銷售嗰個嘅即係購買個意欲啦，當然都會係。咁嚟緊可能就要睇即係究竟 Amazon 可唔可以喺嗰個AI，尤其是 Cloud Service 嗰邊即係繼續做得好啦。咁但係以嗰個收入嘅比重嚟講咧，咁由於全季嘅收入即係大概即係以第一季計啦，咁啊大概1550幾億啦，咁但係你 AWS 嘅收入其實講緊都唔夠300億，咁其實你個佔比其實都仲係相對細咯。咁你話係咪能夠完全 cover 到線上嗰個銷售嘅收入咧？我覺得呢個都會有一個嘅疑問啦。咁當然亦都嚟緊要睇緊佢全球嗰個物流成本可唔可以有一個改善，咁呢個亦都會係一個重點啦。咁而至於Apple 啦，咁 Apple 嘅業績咁啊，其實個 top line 其實就同市場預期嚟講就唔係相差太遠啦。咁但係我諗個重點就反而我諗大家都會係落喺即係究竟佢嚟緊喺大中華嘅銷售究竟會係點啦。咁同埋佢嘅生產鏈大部分都仲係集中喺中國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會係對於佢嚟講一個好重大憂慮啦。咁其次就係佢嘅 AI 嘅應用啦，一直都仲係即係似乎都仲係拖延咗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對於 AI 即係蘋果嘅產品喺 AI 嗰個應用上面咧，其實都會產生一定嘅疑慮咯。咁尤其是即係大家都好擔心，究竟即係蘋果產品會唔會喺 AI 嘅應用方面會越嚟越落後咧？咁呢個我諗都會成為一個比較大嘅困擾啦。咁而講開蘋果方面咧，其實即係我諗最近亦都佢係一個即係大家嘅焦點啦，因為佢最近一個新聞咧，更加亦都拖低咗即係另外一個 Meta 嘅公司啦，就係 Google 啦嘅股價表現啦。咁大家如果留意到嘅話咧，咁其實
Google 咧早幾日咧，其實個股價咧就突然間即係喺夜晚黑就急插啦，咁啊嗰日咧其實就全日就跌咗7%啦，咁啊見到呢幾日其實個股價都仲係比較疲弱啦。咁啊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蘋果就透露呢個 Safari 入邊咧嗰個 search 嘅功能咧，其實嗰個嘅使用度有下降啦，甚至乎咧更加有傳就係話蘋果會同呢個嘅 Perplexity 會係取代而家原有嗰個嘅即係Google 嗰個嘅 search 嘅 function 啦，喺嗰個 Safari 入邊。咁呢個就即係直接就即係拖累咗即係 Google 嘅股價啦。咁但係亦都可以講翻啦，咁究竟 Google 本身嘅業績係咪真係即係話純粹係即係好極度依賴個 Google Search 咧？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 Alphabet 嗰個業績啦，咁其實喺睇翻嗰個 Search 嗰個部分啦，其實佢嘅收入咧就佔大概係507億啦美金啦，咁其實咧。你見到咧，佢喺第一季業績咧，依然按年咧係增長9.8%。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啲人成日都覺得 AI search 咧會慢慢咧侵蝕咗即係 Alphabet 即係 Google 嘅份額啦。咁但係實際上，如果我哋睇翻第一季入邊咧，其實Google Alphabet 啦喺個 search 嗰個分佈嘅收入入邊咧，其實反而依然係錄得一個唔錯嘅增長嘅。咁而當然啦，佢另外嗰幾個部分其實包括 YouTube 啦，嘅業績其實亦都係做得唔錯啦。咁反而我諗大家可能嚟緊需要擔心嘅就反而係個 advertising 啦，因為即係包括 Meta 又好啦，或者 Google 又好啦，咁嚟緊會唔會即係喺亞洲呢一方面嘅即係廣告收入會下降咧？呢個都可能會係有咁嘅可能性啦。咁呢個亦都係市場其中一個擔憂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嘅反而 Google Cloud 咧，其實喺呢一季度咧，其實都做得唔錯。咁雖然就同市場嘅預期出嚟係差唔多啦，咁但係個數就差唔多啦。咁但係睇翻其實嗰個按年嘅增長咧係接近30%嘅嗰個嘅Google Cloud 嗰邊。咁佢亦都有提到咧，其實 Google Cloud 咧而家嗰個嘅市場嘅需求咧係遠遠大於而家目前 Alphabet 可以提供到嘅即係嗰個嘅服務嘅供應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其實嚟緊大家好擔心嗰個嘅 AI 嘅 data center 應用咧，其實好快會出現飽和咧，其實就似乎唔會咯。咁因為如果睇翻 Alphabet 嘅情況咧，其實佢喺嗰個cloud service 嗰邊嗰個嘅需求咧，其實依然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其實如果睇翻 Google 而家個情況咧，其實可以話佢嘅估值咧都非常之低，因為而家睇翻佢嘅即係預測市盈率啦，大概都係得17倍左右嘅啫。咁啊明顯就低過即係 S&P 啦，咁唔好更加講話即係 QQQ 嗰啲啦。咁所以其實Google 跌咗落嚟之後咧，反而就變成一個即係 value stock 咁嘅情況。咁呢個大家都可以再做下功課，即係睇下究竟 Google 嗰個嘅投資嘅價值啦。咁呢個咧就係 Google 嘅睇法。咁講咗一大堆嘢之後，首先就問下丁丁有冇咩特別嘅問題先啦，因為我都好似一口氣講咗好多嘢。講咗25分鐘，不過唔緊要。咁樣就其實我就頭先咧就睇到啦，即係我都留意到話，即係你講咗即係大概關於關稅嗰個談判啦，關於嗰個即係利息嗰個會議啦，同埋即係 Meta 嘅其中幾間公司嘅業績啦。咁我都留意到，同埋即係我就唯一想再問多句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個情況啦，即係一睇就知，即係其實關稅對個消費都將會有好重大，因為啲嘢貴咗嘛，始終都係始終都會貴咗，咁樣即係導致嗰個即係個消費力更加弱啦，咁啊導致因為美國都係以消費為主體個經濟體啦，咁樣一睇落嚟其實即係如果消費遭受打擊嘅話，個 GDP 都會即係比較大嘅打擊，而即係關稅都會令通脹都會出現㗎嘛，係嘛？即係呢個我都應該冇錯啩？咁樣我想問其實。即係如果咁樣睇啦，即係我咁樣睇啦，即係會唔會即係導致有個滯脹嘅情況出現，甚至即係會唔會令到個股市好似70年代咁，即係橫行好多年嘅情況咧？即係你自己覺得點樣睇咧？其實我就擔心
好似70年代咁橫行10幾年都係1000點嗰個情況，會唔會喺即係再重演咧？其實你點樣睇呢件事咧？係啦，唔該晒阿徐宇先生。即係大家有冇水晶球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而家一個問題就係宏觀嘅 backdrop 就係即係有好大嘅機會係會出現一個滯脹嘅可能性啦。咁我覺得我都同意一個觀點嘅。咁但係你話即係成個股市係咪即係話所有股票都會即係好似即係即係70、80年代或者60、70年代嗰種即係滯脹啊個股市橫行嘅情況？我覺得又未必一定係咯。咁因為即係我覺得始終會喺個股市入邊都會有佢個贏家啦，甚至乎頭先我哋都舉過一啲例子啦，即係譬如 Palantir 啊，或者係 Netflix 啊，咁你見到呢啲個股咧，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咧都即係能夠即係破頂咯。咁即係話其實有一啲嘅個股或者一啲公司咧，其實佢同嗰個嘅宏觀即係經濟其實未必係一定係同步咯。雖然我哋見到呢一段時間咧，即係喺過去嗰個零月啦，我哋其實都有啲圖咧都講過，即係話喺 Bloomberg 啦，有啲圖咧其實都有啲數據統計過咧，其實個股嗰個嘅即係 correlation 咧，其實都係升到一個比較高位置嘅。咁你話即係個股嘅 correlation 高係咩意義咧？就即係話，即係所有個股嘅升同跌嘅情況咧係非常之混合咯。咁喺個高 correlation 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話大部分嘅個股就因應翻即係宏觀嘅經濟嘅消息啊，或者一啲即係宏觀嘅即係地緣政治層面嘅影響咧，就一齊升一齊跌，咁所以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咁但係我頭先都有講過，就係話隨住嗰個即係關稅戰，即係逐漸越嚟多國家同即係美國可能簽訂嗰個協議之後咧，呢件事 settle down 之後咧，我相信會個股會出現一個比較分化嘅情況咯。咁大家可能就係要即係留意多啲，就係邊一啲公司佢嘅業務係未必受咁大，即係咁受到嗰個關稅戰或者嚟緊比較高嘅通脹嘅情況之下影響比較大啊，或者個業績係個未必會受到高關稅影響嘅比較深嘅公司可能會比較受惠一啲咯。咁但係呢啲就可能要之後大家繼續即係做到啲功課，唔係即係要多啲觀察先可以即係揾到咯。好，咁樣最後一條問題啦，其實咧即係我拖咗咁耐都係想即係最後都係想講翻上個禮拜巴菲特即係嗰個巴郡係最後一次股東會啦，咁樣就即係見到呢個態度，其實即係對於巴菲特呢個股東會，其實即係喺呢個即係而家呢個市況好不明嘅情況之下，你覺得有咩智慧可以即係令到可以即係啟發到大家觀眾有咩諗法咧？即係係咯，即係係啦，呢個就係我諗個問題啦。呢度可能即係好多觀眾啫，可能甚至乎可能係巴郡嘅股東啦。咁但係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話，你見到即係巴郡真係雖然揸咗好多錢啦，但係佢亦都唔回購自己公司嘅股票嘅。咁呢度其實有一個即係睇法就係話，其實巴菲特可能自己都覺得自己公司嘅股票係比較貴咯。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即係要諗清楚，就係話喺呢一段時間仲值唔值得用一個好高嘅日價去買巴郡嘅股票咧？因為其實即係全世界，即係隨住即係巴菲特嘅退休，我相信係巴菲特喺巴郡嗰個日價咧，可能係有機會會消失嘅。如果大家留意翻咧，即係全球所有啲即係所謂嘅啲綜合嘅企業嚟講咧，其實佢哋通常咧個 price to book 咧同佢嗰個嘅即係都會存在一個比較大嘅折讓咯，而好少出現一個太大嘅日價。咁啊，所以即係隨住股神嘅退休之後咧。即係雖然我認為個接班人都會非常之即係嘅能力當然係非常之好啦，咁但係佢能唔能夠即係維持呢種所謂嘅巴菲特日價咧？我覺得就要大家要去思考一下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嚟緊巴郡嗰個嘅即係享有嗰個日價咧，即係就可能有機會收縮咯。咁呢個反而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更加要留意啲。咁至於你話即係股東會入邊即係講過啲投資嘅智慧，我諗大家都大致上都耳熟能詳啦，咁即係其實佢都一就即係唔同意關稅政策啦，二就係即係佢對於即係大家要有一個即係長期投資嘅思考角度。我諗呢啲大家我諗都即係聽得呢個節目嘅話，我諗相信都中意聽啊市場先生啊，中意聽一啲價值投資嘅觀眾，我諗相信對於呢樣嘢就應該即係冇即係不用置疑嘅啦，呢樣嘅睇法。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自己對於即係巴郡或者嚟緊巴菲特退休之後，我諗對於巴郡股價影響，我覺得就係呢樣嘢啦。好，咁啊多謝晒今日，好多謝晒啊！
徐立賢先生嘅分析啦。咁樣我都想提下大家咁啊，徐立賢咧先生咧就有個即係呢排又開咗呢個 YouTube 頻道啦，大家可以即係睇下佢個跨市博弈徐立賢嗰個頻道咧，佢啲都有啲解釋關於剛剛佢對即係關稅嘅問題啊，對於美國滯脹嘅問題啊，甚至佢對巴菲特嗰個股東會有咩啟發咧，都可以睇一睇嘅。甚至你可以都 join 佢個 Patreon 嘅網站啦，咁樣就喺佢個 Facebook 嗰度都有呢個連結㗎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參考下呢個睇法啦。咁啊好多謝今日好多謝阿徐立賢先生嘅分析啦。咁樣就而家交翻俾個時間啦，阿智仁先生咁樣佢就今日會解釋一隻咧，就算而家拆息下跌啦，都仍然派高息嘅股份，佢都即係非常之憧憬嘅股份嚟嘅，就係呢個遠東宏信啦。而家交翻呢個時間俾阿智仁先生，係啦，唔該晒。好啊，多謝阿徐立賢嘅分享，同埋多謝丁丁嘅主持。咁咧，我今晚咧就預備咗個內容咧，就係一間公司啊。咁而家因為以前咧一晚講太多公司咧，咁變咗個時間拉得比較長啦。咁而家咧就我覺得一間公司咧，咁咧就會時間充裕啲啦。咁另外咧預先咧就賣個廣告嚇，咁咧就係因為下個禮拜，因為咧大家知道我都有Patreon啦。咁我嘅 Patreon 咧就1週年啦。咁咧下個禮拜日咧就會係首次同 Patreon 嘅會員咧就喺個網上，我哋有個網上嘅聚會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嘅咧，咁就要參加我嘅 Patreon。咁咧就會下個禮拜日下晝啊，咁咧我哋咧就會首次喺網上嘅聚會，咁咧就會暢所欲言啊，講乜都得㗎嚇，所有話題不限於投資啊，咁人生啊、日常生活啊，乜都講嘅，健康啊，乜都講下。OK，咁翻去今晚我要講嘅內容啦。咁大家知道啦，呢個禮拜咧，咁我哋香港嘅銀行同業拆息咧係咁急速咁下跌啊。咁咧就去到幾低咧，就已經如果我哋供樓人士咧，就最關注當然就係一個月嘅 HIBOR 啦，一個月嘅 HIBOR 咧已經跌穿2厘啦，去到1厘幾。咁如果你睇翻嗰個叫做隔夜同業拆息咧，係去到0點幾嘅咋。即係呢一個係咩概念咧？其實如果你睇翻4月30號，即係講4月底嗰陣時咧，嗰個一個月嘅同業拆息咧，如果我冇記錯咧，都有3.9幾嘅嚇。咁而家咧短短幾日啫嘛，就已經跌咗200幾點子㗎啦。咁所以呢個咧係非常之急速咁樣下跌嘅。咁當然我喺嗰個 Patreon 嘅會員文章咧都有分享點解啦，都有點解最近呢一個HIBOR 銀行同業拆息咁跌得咁急啦，跌得咁多啦。OK。咁有興趣就去我 Patreon 睇文章啦。咁既然我哋香港呢一個同業拆息大幅咁下跌啦，咁如果你有去做定期嘅話咧，你最近你去問定期咧，定期利率咧都係咁樣急速大幅咁樣下跌㗎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係收息一族嘅話咧，咁你就要去揾下咁有乜嘢收息股嘅選擇啊。咁所以今晚咧就配合呢一個收息嘅主題。咁咧就會講一間公司咧，就係佢個派息係非常之唔錯啊！咁呢間公司咧就係3360遠東宏信，咁佢都係 Patreon 會員咧係要求我分析嘅公司之一嚇。咁我就只提供分析嚇，咁咧就不提供投資建議㗎。咁呢個係一直以嚟都係咁㗎啦嚇，我哋係只提供分析，並且我哋係根據公開嘅數據。年報即係公司公佈嘅資料啊，我哋係全部根據一啲公開嘅數據去做分析，然後將個分析咧呈現俾大家，然後大家自己去決定究竟佢係咪一間好嘅公司，值唔值得投資？咁呢個投資決定咧就交翻俾大家。嗱，咁呢個3360遠東宏信咧，咁佢就成立於1991年嘅，咁佢其實個前身咧。就叫做遠東國際租賃公司。嗱，咁呢度首先解釋下咩叫做租賃啦。咁租賃咧，佢其實係一個銀行體系嘅一個補充嚟嘅，即係話而家有啲公司佢需要借錢，但係銀行嗰個渠道咧未必滿足到佢啦，基於一啲嘅原因啦，咁佢就可以揾呢啲叫做金融租賃公司佢喺個資金上面
幫助佢嘅。咁呢個解釋一下租賃其實咧主要有分兩種租賃啊，一種叫做金融租賃，另一種叫做經營租賃。嗱，咁咩叫金融租賃咧？咁啊，我舉個例子啦，都我用例子去説明啦。金融租賃即係話，譬如一間船務公司，咁佢需要增加業務咧嚇，擴充業務，佢需要多一條船。咁譬如假設呢一條船咧係1億元嘅，咁佢唔想攞1億元出嚟，或者佢無論佢根本冇1億元啦，或者佢有1億元，但係佢唔想全部用喺買一條船嘅一次性就咁支出咗啦。咁佢就可以揾呢啲租賃公司，就做一個叫做金融租賃嘅服務。咁金融租賃服務喺呢個例子之下咧，就係話，譬如呢個船務公司佢呢條船新船咧，佢想需要一條新船係價值1億元嘅，咁佢咧就唔想攞1億元，咁咪揾金融租賃公司咧就話，我俾30%你，即係我俾3000萬出嚟，但係佢點都要攞翻啲首期啊，即係好似你買樓咁，你要俾啲首期。咁首期當然視乎間公司嘅信用啦，有啲1成、2成、3成啦，咁甚至更加多啦。咁我個例子假設佢攞咗30%啦，咁即係3000萬啦，係咪？咁剩低7000萬點啊？咁剩低7000萬咧，呢啲金融租賃公司咧，佢就會去或者佢去銀行借，或者佢自己用自己資金都得㗎。總之佢嗰7成，佢就係幫呢個船務公司或者幫佢個客度掂佢。嗱，呢7000萬咧，咁假設啦，去問銀行借，咁銀行話你要借7000萬得，咁咧你就 HIBOR 加1% 啦，咁樣嗱，咁呢個 HIBOR 加1% 係呢間金融租賃公司嗱，譬如係呢間遠東宏信，佢問銀行攞到嘅條款咧就係 HIBOR 加1% 啦，舉例嚇，咁當然佢會收個客，佢就唔係收 HIBOR 加1% 喎。佢可能收 HIBOR 加2%，嗱，咁佢咪賺咗1% 咯？佢賺咗1厘咯。咁無論 HIBOR 係升啊跌啊，都唔關金融租賃公司事啊，都唔關遠東宏信事嘅。佢因為佢係賺個息差啫嘛。佢嗰個 HIBOR 升咗嘅，咁個客會承受咯。嗱，佢永遠都係淨係賺個我哋叫做 spread 啦嚇，即係嗰個息差。咁呢個咧就係金融租賃。咁經營租賃咧就唔同啊！經營租賃就類似你買樓收租啦，即係成架船又好，成架飛機又好，或者你用一個買樓收租嘅概念都好。總之你3360遠東宏信佢就用自己嘅錢買咗嗰個資產啊，無論你嗰嚿錢係借又好，你自己自有資金又好，總之你就擁有嗰個資產嘅，然後將呢個資產出租收租金，咁呢個叫做經營租賃啊。咁所以咧係有兩種。主要係兩大類嘅。嗱，咁呢個講啦嚇，咁3360遠東宏信咧，咁佢2007年咧就提出一個產業綜合營運服務嘅概念，就從一個單一嘅金融服務，金融服務呢度係指金融租賃嘅呢一種啦嚇，呢一種服務啦，呢度叫金融服務，咁啊轉向一啲嘅綜合營運嘅服務嚇，咁陣間會再詳細啲講啦。咁然後喺2011年3月30號咧，咁呢個3360遠東宏信咧就喺港交所上市啊。咁當時嘅上市價咧就6個2毫9港元 ，OK。咁並且提出叫做金融加產業嘅商業模式，即係佢唔係淨係只做一個金融租賃啦，佢希望有啲產業嘅運營。咁陣間都會解釋㗎啦，會介紹。咁所以目前咧公司主要嘅業務咧有3大業務。你邊3大業務咧？咁呢個就睇到啦嚇。佢主要就係呢一個金融服務，即係傳統嘅金融租賃啦。頭先有講過啦嚇。同埋第二個業務就係設備營運嘅，設備營運陣間都會解釋。同埋第3個業務就係醫院營運嘅嚇。咁陣間亦都會解釋啦嚇。咁呢度咧就會睇到啦。咁我哋逐個去介紹佢3大業務啦。咁3大業務第一個咧就係金融服務。咁呢一個遠東宏信咧喺中國嚟講咧，佢係最大嘅獨立啊！記住有獨立呢2個字，最大嘅獨立融資租賃公司啊，獨立啊，即係佢唔係依附於銀行嘅，因為有啲租賃公司咧喺銀行下邊嘅嚇，咁嗰啲就唔叫做獨立啦，因為佢有銀行集團去喺背後啦。
咁佢就係最大嘅獨立融資租賃公司。嗱，咁呢度咧就係解釋佢呢一個金融服務嘅租賃業務，主要係有兩種形式㗎。咁呢度咧就會解釋有邊兩種啦。一個叫做直租，叫做設備直租；另一個叫做售後回租，兩種模式啦。咁啊，設備直租係點嘅咧？嗱，呢幅圖咧，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慢慢睇啦嚇。咁啊，設備直租嘅呢一個租賃業務咧，就係公司買咗一啲嘅設備，代買啊，其實係代客買嘅，代客買咗一啲嘅設備，跟住咧就向客收取租金，但係最終咧呢一個設備嘅所有權咧係會轉移俾個客嘅，即係其實係根本係個客想買呢個資產，只不過係用呢一個直租嘅形式嚟到減輕一筆過付出嘅金額。即係佢你當佢分期付款咁啦，咁但係最終咧呢個設備咧嘅所有權咧就會轉移俾呢一個客嘅。咁啊，第二種咧叫售後回租。嗱，售後回租咧其實本來嗰個設備係嗰個客嘅，嗰個客擁有嗰個設備嘅，不過咁佢就會將嗰個設備由個客賣俾3360 ，OK 賣俾3360，咁表面上3360咧就向個客買咗呢個資產，但係同時呢個客咧會用，因為佢其實繼續需要用呢一個設備嘅，所以咧佢就會變成一個一個使用權，即係佢付出租金去獲得一個使用權。咁呢個有咩好處咧？就係因為本身個客已經買咗嗰嚿設備㗎啦，不過佢想套現，咁所以咧佢就將個設備賣俾3360。套翻嚿錢翻嚟先，然後咧再每年或者每個月同呢個3360租翻嗰個設備，用個租金嘅形式。咁好處咧就係咧，我哋從客戶嘅角度咧，佢就會得到一個流動資金啦，因為佢可以將嗰個資產盤活咗佢啊，變成套翻嚿錢翻嚟啊嘛。咁當然最終去到呢一個租賃期完咧，嗰個資產咧都會係再交翻俾嗰個客戶嘅嚇。咁嘅客戶嘅。嗱，咁呢度會睇到啦嚇，呢個融資租賃咧就會幫個客解決嗱，譬如呢啲公司咁佢發展就需要要擴張，咁但係咧佢遇到一啲財務資金嘅運用問題啦咁3360咧就會幫佢解決一啲資金上嘅問題，但同時咧因為3360咧佢其實都有啲營運一啲設備嘅。所以佢對一啲設備一啲應用啲設備嘅技術咧，咁佢就好叻嘅。咁有時有啲客佢想擴張生意，咁佢想買一啲設備，但係佢可能唔係太了解而家最新有乜嘢設備可以俾佢揀啊。咁3360咧，因為佢喺呢方面咧係經營咗好多年啦，咁變咗佢就可以幫個客戶你應該買邊啲設備或者你外國有邊啲設備好好喎，咁我就幫你引進入嚟啦嚇。咁變咗咧，佢就可以提供呢啲服務，幫客引進一啲無論內地又好，國外又好，一啲先進啲嘅設備同埋技術幫佢引進。咁咧就幫企業咧，即係佢嘅客啦，提高嗰個生產力同埋呢個生產效率嘅嚇。咁幫佢個客咧就業務轉型升級咁呢啲啦。咁至於個售後回租嘅業務咧，咁當然好明顯啦，就幫個客盤活咗佢個現有資產啦。本來佢已經使咗嚿錢買咗個設備啦嘛，咁而家有機會暫時即係表面上套現咗一嚿錢啦，咁咧就可以幫佢咧更加好運用一啲資金喺佢發展業務方面啦。咁呢兩種模式咧，其實都係以一個設備作為3360嘅生息資產，喺個帳面度咧，你會見到佢係一個生息資產，因為咧呢啲咁嘅設備背後其實就係一個生息嘅資產，佢就會帶嚟利息收入俾3360嘅。咁所以3360嘅金融服務咧，主要收入就係利息收入咁主要產生呢啲利息收入嘅資產就叫係生息資產，即係其實有啲類似銀行咁樣啦。嗱，咁佢呢個2024年佢金融服務呢個業務嘅資產佔比有70%，即係資產有70%係做金融服務嘅，收入有57%，即係話金融服務
貢獻嘅收入咧，就佔整間公司嘅57%。嗱，以毛利嚟計咧，金融服務貢獻嘅毛利咧，就佔整間公司嘅毛利嘅72%。即係資產就70%，收入就57%，毛利就72%。咁所以咧，金融服務嘅呢一個業務咧，係3360嘅最大嘅業務，亦都係基本盤嚟㗎嚇。OK， 咁第二咧就係叫做設備營運啊。設備營運咧，公司咧其實係中國比較領先，甚至係全球都係喺前列嘅一啲叫做綜合設備營運服務商嘅。咁佢旗下咧有間公司叫做宏信建發。宏信建發就係公司旗下做呢個設備綜合營運服務商嘅公司啦。咁佢其實喺2023年嘅5月咧，就將呢個宏信建發咧就分拆咗出去，喺港交所上市啦。股票代碼就係9930啊。咁目前公司就持有47.22% 股權嘅呢一個宏信建發。嗱，咁宏信建發咧係會提供一啲嘅都有品牌啊，國際知名品牌嘅呢一個工程機械嘅設備啊嘅管理同埋施工嘅服務嘅。咁佢產品都係非常之齊全啊，有唔同嘅系列啦，唔同嘅規格啦。其中分做3類啊，一個叫做高空作業平台。咁呢個高空作業平台嘅管理規模咧就有去到21.63萬台，亞洲咧就排名第1㗎啦，全世界都排名第3嘅。咁咧第二種就係新型支付系統，就超過140萬噸。咁呢個數量咧係全國排第1㗎啦。咁最後一個就新型無架系統，呢一個設備嘅保有量咧就係有70萬噸，亦都係全國排第1㗎啦。嗱，咁每呢3種嘅業務嗰個市場嗰個競爭格局係點嘅咧？嗱，喺中國咧高空作業平台營運服務市場咧，其實係高度集中㗎。咁如果我哋按市場嘅保有量嚟計嘅話咧，頭3大企業就佔咗58.4% 嘅市場份額，而其中3360旗下嗰啲宏信建發喺2024年喺高空作業平台嘅市佔率有34.4%，其實都提升咗0.5個百分點，係行業即係內地行業嘅龍頭嚟嘅。咁至於新型支付系統嘅市場就調轉啦，就高度分散㗎。市場頭3大嘅企業都係佔咗7.9% 嘅市場份額啊，咁即係都好分散啦。咁而宏信建發嘅市佔率咧只有5%，但係已經係市場第1㗎啦，因為呢個市場比較分散。咁最後嘅呢個新型無架系統營運服務呢個市場咧，同樣都係高度分散啊。頭嗰3大企業嘅市佔率咧只有6%，而宏信建發就係以3.2% 嘅市佔率都排行業第1㗎啦。OK， 嗱咁咧就係呢個設備營運咧，其實進一步咧亦都可以再分做經營租賃服務同埋工程技術服務同埋資產管理服務。嗱，咁呢個提到一個名詞咯，就叫做經營租賃。嗱，頭先我開場嘅時候我咪解釋咗一個金融租賃嘅。嗱，金融租賃咧就頭先3360本身個金融服務嗰度嘅個形式就係金融租賃，而設備營運呢邊咧就係用一個經營租賃嘅形式，即係代表咩咧？即係代表呢一個宏信建發嘅嗰啲設備咧，其實佢係擁有咗嗰啲設備，跟住好似收租咁嘅形式，將啲設備租俾一啲需要運用到呢啲設備嘅公司啊。咁所以咧頭先講過啦嚇，咁細分有叫經營租賃業務，咁其實即係話公司將佢自己擁有嘅一啲設備啊、材料啊出租，就賺取租金。咁呢一種業務咧，其實係重資本嘅，因為你首先要攞嚿錢買咗嗰個設備啊嘛，咁然後先租出去啊嘛，咁所以都係相對屬於重資本嘅業務。咁啊，第二種就叫做工程技術服務啊，咁呢個業務咧，其實同頭先嘅經營租賃業務咧，其實係有
相輔相成嘅作用嚟嘅，因為佢係屬於輕資產嘅，佢只係賺一啲技術嘅服務費，賺呢個技術服務費。咁公司咧就為一啲唔同嘅呢一個客戶啦，度身訂造一啲一站式嘅解決方案。咁啊，同呢一個其實呢個工程技術服務咧，就會同經營租賃咧互補嘅，即係你當佢係一個增值服務嚟嘅，即係話如果個客戶佢幫襯咗呢一個宏信建發租嘅經營租賃啊，幫襯佢租咗一啲設備，咁佢就順便提供一啲技術嘅服務俾佢啊，咁啊呢個屬於經營租賃嘅增值服務。咁呢個咧就會包括具體會包括一啲設備材料嘅使用方案設計啊，設備及材料嘅供應啊、施工啊、安裝啊、維修啊、保養啊呢啲嘅一連串嘅服務啊，咁佢都會提供俾個客戶嘅。咁最後就係資產管理啦。咁資產管理本質其實係包租嘅，即係話咧有啲設備宏信建發咧有啲設備咧就係佢唔買咗佢係租嘅，其實即係類似包租公嘅一個形式，即係話佢見到佢客需要一啲設備喎。嗱，咁如果你做經營租賃咧，你就要買咗嗰個設備，跟住慢慢租出去，係咪？先慢慢收翻個成本翻嚟。咁呢個咧另一個做法就係，我見到我個客需要呢啲設備，咁佢就揾咁市面上有邊啲公司有呢啲設備啊？咁咪做一個橋梁。即係話，我幫你你有呢個設備，咁我有個客需要呢個設備，咁我做個中間人就係我一方面幫你租咗落嚟，即係類似包租公嘅形式啦，向設備擁有者租咗落嚟，跟住咧再分租俾設備需要者，咁咪做一個中間人，咁啊佢都係賺取一個租金啊，不過咧佢一方面要俾租金，另一方面又收租金，咁當然。佢收嗰 part 會大嚿過俾嗰 part 啦，咁佢先賺個差額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啲輕資產嘅模式啊。咁輕資產嘅模式，因為佢唔需要咧消費佢嘅資金、佢資本咧去買嗰個資產啊。但係佢嘅優勢就係因為佢又熟悉啲設備啊嘛，佢又熟悉個客啊嘛。咁佢呢個業務咧就係一個好正嘅模式，就係佢做一個中間人嘅啫。只要有客有對某啲設備有需要，咁佢可能佢冇啦，咁但係佢知道市面上邊啲公司有呢啲設備嘛，咁佢將佢撮合咗，咁佢就賺一個中間價嘅一個收入，咁呢個都唔錯嘅一個業務啦。OK， 咁第三種就係醫院營運啊，醫院營運咧，咁其實喺中國咧醫院啊，我最近去呢一個我最近去呢一個深圳啊，首次去深圳呢一個港大醫院啦，咁就對內地嗰啲醫院咧多咗少少了解啦。第一次去內地醫院做一啲門診又好，身體檢查好啊，咁首次體驗咗啊。咁中國嗰個醫院咧又分咩1甲、2甲、3甲啊，又有好多嗰啲有啲係非牟利啊，有啲咧就係牟利形式啊嚇。咁咧就係呢個3360咧，遠東宏信咧係中國社會資本叫做中國社會資本辦醫領域嘅第一梯隊嚟㗎。咁2014年就收購咗華康醫院，之後咧就正式發展呢個醫院產業嘅營運啊，即係根本就係營運醫院嚟嘅。咁佢醫院營運業務咧，佢就用一個子公司啦，叫宏信健康啊，宏信健康咧就係3360旗下專做醫院營運嘅一個子公司。咁目前就控股26家醫院，就提供1萬張床位，連門診量超過400萬人次。咁公司咧就個策略就係農村包圍城市啊，咁聚焦呢個醫療資源比較薄弱嘅地區啊。咁因為咧我淨係去過深圳啦，咁我唔知因為中國好大㗎嘛，咁唔同城市佢醫療嗰個設備啊、水準啊，咁都好參差啦。咁佢咧似乎咧佢就係聚焦一啲醫療資源比較弱嘅地區啦嚇。咁重點佈局嗰啲3、4、5線城市同埋縣域嘅醫院啊，同呢一個大型嘅公立醫院咧進行差異化嘅競爭嚇。咁
因為我冇幫襯過呢啲醫院啦，我冇去到呢仲要3啊、4啊、5啊、5線城市嗰啲醫院啦，咁我唔知嗰啲醫院係點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佢就係營運緊呢個醫院啦。咁我都有問過佢啊，我其實最近出席呢一個3360嘅股東會咧，咁因為我聽講咧，就係內地有啲醫院係非牟利㗎嘛，咁我問佢啊，如果你係非牟利醫院，咁你點賺錢啊？咁佢就話：我哋旗下所有醫院都係牟利醫院嚟嘅。咁佢就唔需要再同我解釋非牟利點樣賺錢啦。咁因為佢話佢自己全部都係牟利醫院啊嘛，咁所以冇呢個問題。OK，咁啊醫院業務佔個資產佔比就18%，收入佔比就11%，牟利佔比就5%啊。咁咧就我頭先係咪冇講到設備營運業務啊？嗱，設備營運業務個資產佔比咧就10%，收入佔比就31%，牟利佔比就22%。嗱，呢個睇到，如果我哋從牟利嚟睇啊，牟利嚟睇當然7成幾就係佢金融服務啦。咁呢個設備營運就係2成幾啦，22%啦。咁醫院營運咧就5%啦，咁都係比較少啦嚇。咁但係無論如何，佢都有3大嚿業務啦嚇。OK，咁我哋睇下呢一個我頭先唔記得撳呢一個褪翻落去嚇。OK，咁啊睇醫院營運唔係，我哋講緊呢個產業營運呢一個咧就講緊產業營運嘅佔比啊。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將公司分到2大嚿，一嚿就叫做傳統嘅金融服務啊嘛，即係頭先講嘅金融租賃啊。咁另外咧就產業營運，即係話真係營運一啲生意嘅，分2嚿啊嘛，一嚿就係嗰啲設備營運啦，另一嚿就係醫院營運啦。咁如果你將醫院營運同埋設備營運都撈埋一齊叫做營運嘅業務嘅話咧，咁你會睇到其實公司從個收入從 IPO 上市以嚟咧，其實一路咁個營運嗰邊嘅業務佔比一路提升嘅喎。佢 IPO 嘅時候咧，佢初上市嘅時候，呢啲咁嘅營運咧業務嘅收入佔比得3%。嗱，去到2024年，呢啲營運嘅其實即係講嚟講去都係2嚿嘅啫，一個咧就係設備營運，一個咧就係醫院營運，就提升到43%。嗱，呢個當然係講緊收入啦嚇。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個產業營運嗰個經營個佔比咧，個貢獻佔比咧，就持續咁樣提升啊。咁其實係有助公司對抗呢一個經濟週期啊。經濟週期其實你陣間會見到2024年佢其中一個業績下降嘅原因咧，就係金融服務嗰邊咧，始終受經營週期係比較影響大㗎。咁呢一個去提升個營運嗰個收入佔比咧，其實係有助公司嗰個業績嘅波動，有助去降低個波動性嚇。OK，咁呢個睇即係頭先就介紹咗公司嘅一啲業務啦，佢3大業務之後咧，咁啊講2024年嘅業績啊，做一個簡評啦。嗱，咁2024年公司收入有377.5億元。咁啊微跌咗0.55% 啊，即係其實收入只係微跌就話嚇，但係個股東利潤咧就係38.62億元，就下跌咗37.63%喎。嗱，收入跌唔夠1%，但係個股東利潤咧就跌咗接近38%啦。其中個下半年嘅股東淨利潤咧跌咗43%㗎。咁其實利潤下跌有幾個因素，有幾個原因啊。咁呢度講下有啲咩原因啦。第一，金融業務嘅淨利息收入同埋諮詢費收入下降，咁主要咧就係受到個生息資產規模收縮咗啊嘅拖累啊。下邊會解釋啊。咁啊，你個生息資產規模即係類似銀行嗰啲咧，生息資產規模收縮咧，咁你生息資產產生出嚟嘅利息收入當然就會收縮啦。咁而諮詢服務其實係呢個附加值嘅呢一個金融業務啊嘛，咁都會下降㗎。咁第二就係設備業務個部門，因為咧佢就拓展海外業務啊，咁啊拓展海外業務咧，咁咧就要增加一啲嘅支出啦。咁啊投入增加咗2億元啊，咁呢個都對盈利有輕微負面嘅影響啦。第三就係公司將一啲呢個就涉及到會計準則㗎啦。咁以前就係持有到期㗎。Held to maturity 持有到期一啲資產就重新分類做 FVTPL 啊，即係呢個新嘅 I17嘅會計準則啦。
將佢重新由 HTM 分類做 FVTPL 嘅金融資產，咁啊產生一次性嘅一啲損失啊。咁啊，另外就係2024年嘅生息資產有啲撥備撥備就增加咗2.3億元，其中普惠金融咁知大家知道2024年內地經濟麻麻地啊嘛，咁啊有啲不良資產啊嘛，咁啊為咗審慎起見咧，佢對一啲普惠金融嘅業務嘅不良資產採取更加審慎嘅計提同埋核銷，咁啊導致到個撥備增加咗1.7億元。嗱，另一方面咧就係2023年咧就有啲回撥喎。2024年佢撥備多咗，但另一方面2023年咧其實撥備就係少咗，甚至有啲回撥嘅喎。2023年佢處置咗啲醫院，就導致一啲撥備就轉回2.7億元，同時佢有啲船舶類嘅資產因為個風險比預期低啊，即係冇預期咁高啊，咁又產生咗2.8億元嘅呢個減值回撥，即係變咗咧此消彼長啊嘛。佢2024年個收入少減值多咗，但調轉2023年就回撥喎。咁一加一減之下咧，咁啊當然就會影響個2024年嘅嗰個股東淨利潤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公司其實係咧就幾好，佢派息除咗派現金股息咧，咁佢都派宏信建發。大家記得宏信建發其實即係佢個設備營運嗰個子公司啊。咁佢將30% 嘅呢一個子公司宏信建發嘅股份咧實物派息，即係以實物嘅方式派俾3360嘅股東喎。咁你佔有呢一個宏信建發呢個設備營運嘅股權少咗，咁你所佔攤佔嘅盈利咁啊亦都會少咗啊嘛。OK， 咁另外咧就係2024年佢有效嗰個所得稅率咧就升咗10%啊，咁去到43.7%，本來33.7就升到43.7，咁主要咧就係有啲境外資金需求啊，咁啊會產生一啲跨境嘅所得稅3.2億元啊，咁呢啲種種因素導致到佢2024年雖然收入只係跌咗都唔夠1%，但係嗰個股東利潤咧就跌咗37.幾%啊，咁呢個頭先就係解釋咗一連串嘅一啲原因啦。OK， 咁下一個咧就係，但係咧個公司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啊，對股東我覺得係非常之唔錯啊。佢每股即係講2024年每股嗰個收益，即係每股收益係0.92元人民幣，就跌咗37.4%嘅。但係全年嘅派息咧就每股55港仙，即係0.55港元，就增加咗10%嘅喎啊！即係盈利跌咗30幾%，但係派息就多咗10%嘅喎。咁如果你以人民幣計算嗰個派息比率啦，因為佢嘅盈利用人民幣計算嘛，就由30.9% 提升到55.2%嘅。咁另外佢仲每54股3360咧就派10股9930呢個宏信建發嘅股份嘅。咁如果你將呢個佢實物派發宏信建發嘅股份加埋落去嘅話咧，其實佢2024年嗰個股東總回報佔淨利潤咧係88%嘅，即係個派息比率係88%嘅。而2023年咧係42%。咁你見到咧呢間公司咧就好願意派，即係同股東分享呢個盈利啦。咁你要見到呢一幅圖咧，就係佢個派息咧就係差唔多每年都咁樣增加㗎嚇。咁對股東非常之好。咁管理層表示未來將會保持穩定及持續嘅派息政策啊。咁呢個非常之好啦。咁我哋進一步再睇佢2024年3大主要業務嘅一個表現係點啦？金融服務啦，金融服務頭先講啦，金融服務係收入下跌咗，點解咧？2024年金融服務及諮詢嘅收入同比下跌咗7%，去到217億元。其中金融服務嘅利息收入就下跌咗6%，去到212億元。佢呢個金融成個金融部門咧就217億元，入邊有利息收入就佔咗212億元，即係話咧佢所謂咩諮詢業務咧係即係都係5億元嘅，即係好少嘅咋，大部分都係利息收入嚟嘅。咁利息收入點解跌咗6%啦？原因就係佢生息資產嘅餘額就由2023年嘅2691億元
下跌咗3.2%，去到2606億元。咁你個生息資產個嗰個結餘跌咗嘛？咁你可以賺取利息嘅嗰個收息資產少咗嘛？咁所以個利息收入咪跌咗咯嚇。咁呢個好正常嘅啫。咁因為你嗰啲金融服務嘅收息資產就跌咗嘛，咁即係好明顯就個業務收縮咗啦，客戶可能少咗啦，業務少咗啦，咁所以你金融嘅諮詢服務費用嘅收入亦都係跌咗42%，去到得5億元啊。咁呢個咧都係好合理嘅。嗱，咁呢度咧就會講佢嗰個佢其實佢嗰啲生息資產，其實即係佢客係屬於邊幾類啊？佢有9大基礎產業啊。咁佢咧就為呢9大基礎產業嘅客戶提供呢個服務啦，包括融資租賃啊、商業保理啊、普惠金融啊、基礎建設投資呢啲。OK， 咁2024年佢嗰個生息資產餘額又下跌，原因咧就係咩咧？嗱，大家知道2024年中國宏觀經濟麻麻地啊嘛，咁有時你見到經濟麻麻地咧，咁你要收縮啊，你要收縮，尤其是你放債。即係做呢啲借貸嘅業務咧，有時咧你就要有所進退嘅。你見到經濟咁差，咁你唔好咁勇啊！你咁勇可能為以後嘅壞帳埋下伏線㗎嘛。咁你見到經濟咁差，咁不如我做少啲生意啦，做啲生意你減低風險啦。咁因為你就會你經濟差，你選擇客戶你個條件要嚴謹啲嘛。即係話真係好穩陣嗰啲公司我先借咯。咁有啲問題啊，有啲風險啊。咁我咪唔借咯。咁你既然咁樣，你個業務梗係會收縮啦。咁你生息資產規模梗係會少啦。OK。咁呢個咧就係公司喺2024年以資產投放就以安全行先啊。咁主要措施包括咩咧？就係我淨係做啲熟悉嘅行業。如果嗰啲客戶好熟嘅，個行業我好熟嘅，咁我就做啦，係咪？呢個就叫客戶風險識別啊，確保呢一個資產嘅安全性啦。咁啊，第二就調整個租金還款節奏，即係話咧，你貸款嗰個年期唔好咁長，短啲，咁你承受風險咪短啲咯，係咪？咁呢個係都有其中一個方法。咁啊，結果咧，佢其實喺2024年將一啲生息資產嘅投放咧，就又增又減喎嚇。咁啊，城市公用方面咧，咁因為咧就係2024年一啲叫做民生補短板嘅投資需求相對比較穩定啦。咁啊，2024年呢一個城市公用嘅生息資產就由呢一個39.8% 輕微下降到38.8%，即係意思即係話城市公用資產喺呢一個2024年其實都係算到平穩，因為只係微跌嘅啫。嗱，工程建設嘅呢一個板塊點咧？嗱，因為基礎設施係逆周期啊，逆周期即係話咧，尤其是內地好中意咧，就當經濟麻麻地咧，咁佢咧就係基建咧就會增加投資，咁所以咧2024年工程建設嘅生息資產佔比咧就由13.6% 上升到14.4%，嗱，即係話工程建設係得到提升嘅呢一個板塊。文化旅遊咧就係2024年係回暖嘅喎，咁所以咧2024年文化旅遊嘅生息資產佔比咧就由9.4% 上升到11.9%，跟住咧就民生消費啦，嗱，民生消費咧就係穩定增長啊，2024年啦，咁啊其中食物製造業就增加咗5.8%，啲酒啊、飲料啊、精製茶啊呢啲製造業咧增加值就增加咗4.8%，咁所以2024年呢啲民生消費相關嘅生息資產咧就由8.5% 上升到10%，咁即係話咧，其實佢2024年咧有升有降啦嚇，視乎佢對客戶嘅嗰個行業嘅風險判斷啦。OK，咁跟住咧就係佢其實佢個生意性質咧就類似一啲嘅銀行啦，咁即係講緊除咗生息資產之外嘅規模啦，生息資產嘅規模之外咧，咁啊息差啊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咁2024年公司喺個資產端嘅生息資產收益率有8.06%嗱，你會發覺呢啲咁嘅金融租賃公司嗰個生息資產嘅收益率係特別高啊，即係銀行可能3-4%，佢咧就8.06%嘅嚇，資產收益率8.6%，不過都跌咗㗎，同比都跌咗18個點子。原因係咩啊？原因因為2024年內地咧嘅 LPR 同埋市場嘅貸款利率咧都係下跌嘅，咁所以咧
唔單止銀行，唔單止內銀嘅淨息差受影響啦，咁佢都受到影響嘅。佢嘅生息資產收益率雖然有8.06，好似好高，其實都跌咗18個點子㗎。咁但係咧喺個融資成本嗰邊咧，佢融資端咧就得益內地個融資成本又跌咗㗎喎嚇，即係雖然個收益跌，即係咁成本都跌嘅。咁同埋嗰啲部分啲高成本嘅債存量債咧，咁我借新還舊啦，咁借新嘅利率比較低啊，咁還咗舊嘅高利率嗰啲，咁咧平均個融資成本咧就下跌咗20個點子，去到4.06。嗱，你會見到佢個收益率就跌咗18個點子，但個成本率咧就跌咗20個點子喎。咁其實咧一加一減咧，其實個淨利差係擴張咗㗎。個淨利差係多咗2個點子，去到4%嘅。不過淨息差就係呢一個因為呢一個負債率嘅提升同比咧，就係跌咗10個點子，去到4.48%嘅。OK， 咁呢一個咧，你會見到咧淨息差同淨利差個分別係咩？點解咩叫淨利差？淨利差係好簡單計算嘅。你個收益率減去你個成本率就係淨利差啦 ，OK？ 咁就多咗2個點子出嚟。但係淨息差點解淨利差升咗，淨息差係跌咗嘅咧？呢個就涉及到佢嗰個槓桿啦，即係佢嗰個負債率啦。因為佢負債率上升咗，即係話你雖然你個利差係多咗2個點子，但係如果你個負債率係升嘅話咧，咁你個淨息差亦都會有負面影響啊！咁結果咧就跌咗10個點子啦，由4.58去到4.48。但係無論如何，4.48都唔係一個差嘅淨息差嚇，都比銀行高好多㗎。銀行好似得1點幾嘅，就係而家內銀咧個淨息差得1點幾嘅，咁佢有4.48%喎，雖然已經跌咗10個點子啊。OK， 跟住咧就講佢個 NPL，即係話咧頭先講個生息資產規模啦。講咗佢嗰個淨息差啦，咁呢個講就嗰個壞帳啦嚇，即係不良資產啦。佢個2024年嘅不良率咧就點啊？1.07就升咗3個點子，3個點1.07其實好唔錯啊，因為咧銀行時期內銀啊，即係講緊整體嘅內銀嘅行業嗰個商業銀行嘅不良資產平均係1.56%嘅，咁佢1.07，即係話咧雖然看似本來去做呢啲金融主任啲客應該係風險比較高啊，咁事實上佢嗰個資產收益率都好高啊，8點幾%，咁佢啲客係咪好高風險啊？佢個不良率又唔係好高啫喎，1.07喎，仲低過銀行喎。OK，咁如果你分行業嚟睇咧，佢2024年醫療健康領域嘅不良率咧就高啲嘅，有2.43%。咁嗰啲交通物流啊就1.72%。城市公用啊就1.54%，咁啲文化旅遊啊就1.07%，總之佢拉勻咧就1.07%，咁都 OK 啊。預期30天以上嘅生息資產比率係0.9%，其實跌咗啊，即係佢個預期30天嘅呢一個比率咧就跌咗1個點子，去到0.9%。撥備覆蓋率咧就有227.78%。即係227.78%，同比就升咗19個點子嘅，咁即係話佢雖然不良率就微升咗3個點子，但係預期30天嘅比率咧就跌咗1個點子，同埋個撥備覆蓋率又升咗19個點子啊，咁即係話佢其實都幾穩健嘅喎。咁事實上公司咧就係對呢個普惠金融業務嘅不良資產咧係採取100%核銷嘅，即係話一發現有問題，一壞帳就即刻核銷咗佢啦。OK。咁佢普惠金融業嘅呢一個信貸成本率咧，就升咗35個點子，去到2.41%，就顯著高於佢整體嘅信貸成本率0.3%，即係想講咩？想講咩？就佢其實佢整體個信貸成本率得0.3%，其中普惠金融嘅呢個業務嘅信貸成本率咧，就去到2.41%，好誇張。即係其實想講咩咧？就講其實內地如果你係做普惠金融啊，講真普惠金融呢啲咧都係啲政策支持嘅，政策支持咧，即係話咧佢咧就唔係用市場嘅呢
一個原則去營運嘅，咁呢啲咧壞帳就會多㗎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嚇。總之你拉勻得0.3咁就算啦嚇。雖然嗰嚿2.41好高啫，咁但係你拉勻0.3咁都過得去啊，都唔錯啊。OK， 你唔可以乜都要㗎嘛，喺內地做生意，尤其是咁都係呢啲國企啊咁啦嚇。OK， 咁啊第二個業務啦，頭先講咗嗰個金融服務啦，第二個業務咧就係設備營運嘅呢一個業務啦，即係叫做宏信遠東宏信啦，唔係叫宏信建發。2024年宏信建發嘅設備營運收入咧就115.8億元，同比增加咗21%喎。咁即係話設備營運咧其實生意唔錯啊，咁啊增加咗21%。原因就係咩咧？原因就係公司咧就國際化發展啊，去到東南亞。如果你睇4月份中國嗰個出口咧，你見到一個情況咧就係，本來係咁噶嘛，中國第一季咧頭嗰3個月咧出口好勁噶嘛，點解啊？咁梗係個關稅之前梗係瘋狂咁入貨啦嚇，咁所以咧第一季嗰個出口好咧，一定係預期之中㗎。咁啲人諗住4月份一定死得㗎啦，因為咧4月份話關稅嚟啦嘛，乜都停晒啦，係咪？又唔係喎，4月份中國嘅出口其實雖然當然你同3月份比較差啲啊，但係都唔差喎，都好似增長咗8.幾%，即係都係超預期咁好喎。咁你望落去點解啊？4月份中國對美國真係少咗啊！中國對美國出口真係少咗好似2成幾。但係佢對呢一個好似相差30幾%啊，因為佢3月係好嘛，4月係好差，即係講對美國。但係佢對東盟咧，哇增長好犀利喎。咁咪代表咩？其實咧，中國咧，佢係間接地，佢本來咧去美國嘅，佢你而家唔去美國，咪兜個圈啫嘛，咪兜到去東盟嗰邊咯。咁所以咧，東盟嗰邊咧，東南亞嗰邊咧係即係可能係生機嚟話，即係講生意啊。咁所以咧呢個宏信建發佢國際化佈局咧，其實就去咗東南亞嘅同埋中東嘅。咁變咗咧，佢海外收入咧就大增27倍啊！同比增長27倍啊！咁啊去到3.89億元啊！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佢上半年唔係點解2024年呢一個設備營運嘅業務表現咁好嘅原因咧，就係海外發展，尤其是去到中東啊、東南亞呢啲啦。咁啊，從收入結構嚟睇咧，咁佢咧就有3嚿業務嘛，頭先講過，即係講緊佢設備營運都有分3嚿業務啊，叫做經營租賃啦，即係頭先講過你買咗嚿嘢翻嚟慢慢租嗰隻經營租賃啦。咁啊，工程技術服務啦，即係經營租賃嘅增值服務啦，係咪？最後咧就資產管理，即係其實咧就借力嗰個中間人啊嘛，即係撮合設備營運商同埋即係設備需要商同埋設備需要嘅客同埋設備擁有者，都係撮合咗啲需求啊嘛。咁呢個三個業務啊，一個重資產，兩個輕資產啦。咁呢3個業務咧分別收入係幾多啊？2024年就係經營租賃咧就係46.21億元，工程技術咧就係37.5億元。咁呢個資產管理咧就係32.09億元，都其實分別都唔係好大㗎。咁即係話佢輕資產都佔比其實加兩個輕資產業務加埋都超過重資產嘅經營租賃。咁呢個結構我覺得係唔錯啊。咁啊同比就跌咗，重資產嘅經營租賃咧就跌咗10%，但輕資產嘅工程技術服務咧就增加咗26.5%，輕資產嘅資產管理業務咧就增加113%。咁兩個加埋咧，我其實係覺得唔錯㗎。咁啊其中資產管理點解大增113%啊？咁因為咧佢嗰個合作嘅數量多咗啊，即係話佢做一啲撮合生意嘅商機多咗啊，即係話有啲設備咁可能佢我有設備，但係我揾唔到客喎。咁佢客多啊嘛，咁客多，我有咁多客，唔使我自己買啊，我將佢撮合咗咪得咯。咁呢個就係咧佢客多嘅優勢，即係變現啊，即係叫做流量。即係好多時內地咧好中意，你只要有流量先，你有咗流量咧，咁你自然就要有辦法變現咗佢啦。咁呢個就其實係屬於一個流量變現嘅一個方法，輕資產啊。咁呢個資產管理業務係都幾正㗎。咁所以2024年宏信建發淨利潤9億元，就下跌咗7%咁少啫啊！因為佢始終經營租賃嗰邊都係真係跌咗嘛。咁即係重資產咧，通常雖然重資產
風險大啫。咁但係重資產嘅賺嘅錢係多啲，因為投入多啊嘛。輕資產雖然正，但係輕資產咧通常你賺嘅都係嗰啲佣金啊、服務啊咁嗰啲係會少啲㗎，只不過係風險細啲咁解嘅啫。咁所以拉勻咧，佢2024年呢個宏信建發嘅呢個設備營運個盈利9億元都跌咗7%啦。OK， 最後講醫院營運啦。嗱，醫院營運咧喺呢一個2024年宏信健康醫院嘅營運收入40.9億元，就跌咗3.4%嘅。咁嗱，收入雖然跌咗咋，不過公司透過減低人工嘅成本啊、醫療嗰啲消耗啊嘅採購成本啊、後勤嘅物業成本啊，總之盡量降低醫院營運成本啦，嚟對沖呢一個醫院營運收入嘅下跌啊。醫院營運點樣收入下跌啊？有啲咩醫保改革啊，即係可能咧2024年咧有啲醫保改革進行咗啦，咁所以總之令到個醫院營運收入下跌咗3.4%，但係佢靠成本再跌多啲嗱，咁變咗咧個醫院營運嘅毛利率咧就提升咗喎，由18.06% 提升到19.97%，所以整個醫院營運嘅盈利淨利潤其實同比係大升咗34.6%㗎，去到2.32億元。OK， 咁呢個就係又講咗2024年3大業務嘅經營表現啦。咁最後講估值啦，估值咧就係遠東宏信咧就係嗰個邏輯投資邏輯，佢一方面就為呢一個產業嘅客戶提供呢個融資租賃嘅呢個傳統嘅金融服務，同時因為佢透過佢好了解啲設備啊，好了解啲行業啊，亦都有好多客戶啊，佢可以變現將啲客戶資源變現咗嘛，咁佢就將佢伸延到一啲嘅產業營運啊，包括設備營運啦，甚至包括醫療嘅營運，即係經營醫院啊。咁啊，從佢個結構收入結構嚟講咧，就係金融業務就係佢個基石啊，即係好似一個基本盤啊。產業營運咧就貢獻咗增量，即係增長未來增長咧就靠產業營運啦，包括醫院啊同埋設備營運嗰邊嘅。嗱咁嗰個現價咧就係6.25港元啊，6.25港元。2024年嘅 P/E 6.3倍，股息率就8.8%。OK， 咁呢個咧就係今晚為大家分析咗3360呢一間遠東宏信嘅一啲業務啊，介紹啊。OK， 咁咧就完咗今晚預備嘅內容啦。咁我而家叫阿丁丁入嚟先嚇，我而家叫阿丁丁入嚟先，我睇下佢先嚇。丁丁啊，孫，叫佢孫啊。咁而家講下先啦嚇，最近咧身體就麻麻地啦嚇。咁有機會咧就分享下點樣去深圳醫院做身體檢查。嗱咁再賣廣告啦，禮拜日咧即係講下個禮拜日啦。下個禮拜日下晝咧，我就會首次同 Patreon 會員進行呢一個網上聚會啊。網上聚會咧，咁我會開 camera 㗎，因為大家既然都係有緣喺呢一個 Patreon 做會員，咁就會公開個樣啊，咁無所不談啊。到時有興趣嘅就 join 我 Patreon，咁下個禮拜日下晝。係，謝先生好。OK， 丁丁你好啊。咁樣就開始個問答時間啦，係嘛？咁樣就問答時間，因為我頭先話住分享咧，我都冇睇嗰個聊天室有咩特別嘅。我頭先整理咗㗎啦，咁而家徐立業未入嚟啦，咁樣就我哋先問咗阿四陽先生啦，咁頭先多謝阿 SHDH 課金咗25蚊，咁所以咧多謝 SHDH 課金啊，歡迎大家課金俾我哋啊。咁所以咧問題就俾佢優先啦，咁我哋第一條啦就即係阿 SHDH 咧就想問下關於聯想992同埋中國聯通762嘅問題嘅，咁樣就謝先生你有咩即係見解想講一講咧？係啦，唔該。聯想咧，本來我就中意㗎，即係話我講未有貿易戰之前咧就中意聯想嘅，因為點解啊？聯想咧就有叫做 AIPC 同埋 AIDC 啊，咩意思啊？AIPC 就即係話因為咧你尤其是咩 DeepSeek 之後咧，你發覺如果我將 DeepSeek 個模型擺落自己嗰個電腦嘅係嘛，即係 localize 咗個電腦嘅，咁我咪安全啲咯，係咪？咁所以我對電腦嘅需求就係
會加強咗啦，係咪？我需要勁啲嘅電腦啦，係嘛？因為你下下都將啲嘢擺上雲咧，嗱雲嘅好處就方便啊嘛。但係你始終雲咧就擺喺人哋嗰度喎，咁啊人哋嗰度，咁你肯定有啲機密嘅嘢你唔擺得啦，係嘛？即係你有啲你擺咗上，你預咗俾人睇㗎啦。嗱，譬如啦，你而家咩 DeepSeek 啊，咩鬼嘢啊，咁你問一條問題咧，咁佢話咧，我個數據來自乜乜乜嘅邊個 PDF 喎，佢直頭將個 PDF 掟俾你睇啊，你可以撳落去睇啊，佢講呢個數據，佢講呢樣嘢個來源啊，嗰個信息來源，個數據來源，佢資料來源喺邊度啊？你直頭可以睇埋嗰啲 PDF，咁你諗下幾危險係咪？如果萬一你第日 upload 上，因為你要 upload 啲文件，你餵佢啊嘛，係嘛？你餵啲資料啊，餵啲數據啊，餵啲文件啊，俾嗰個 DeepSeek 又好，係咪？咁 AI 你餵完佢之後，你先問佢問題噶嘛。咁你假設唔係如果你將你啲文件私密文件 upload 上去喎，咁你都預咗全世界都可以睇到你㗎啦。咁你梗係唔得啦，係咪？咁你唔得咁點啊？咁你要 localize 你嗰個數，你個 AI 嘅大數據咯。咁啊對乜嘢需求多啊？嗱，咁咧就會對你嗰個AIDC，即係 AI 相關嘅數據中心啦，甚至你 AI 嘅 PC 啦，你 AI 嗰個你個電腦都要勁啲啦，係咪？你個 network 嘅 server 又要勁啲 PC 又要勁啲。嗱，咁呢個係對聯想有好大幫助喎，因為聯想就係賣啲 AI PC 啊，你又聯想就係買 AIDC 嘅嗰啲 server 啊嘛，咁一定係對佢好有利。咁所以曾經一段時期咧，因住啲 AI DeepSeek 出嚟咧，哇！咁啊聯想係咁飆個股價係咁飆，係咪？咁但係跟住特朗普又話貿易戰啦，尤其是呢啲咁嘅如果你賣嗰啲電腦乜鬼嘢去美國啊，哇！咁可能咧你邊度製造又要計下你有幾多 percent 係美國用美國原產嘅嘢，幾多 percent 又用非美國原產又計你嘅關稅咩？咁就俾佢打沉咗啦，即係聯想嘅股價俾佢打沉咗啦。OK， 咁啊變咗即係佢。如果呢個世界大家都係好正嘅，係咪？即係大家互相合作，咁聯想梗係正啦，係嘛？即係如果你一個正常嘅經營嘅營運經營生意嘅環境，咁聯想梗係正啦。但係而家加上特朗普貿易戰之後咧，咁就難搞啦。咁就有不明朗因素嘛，係嘛？我點知你關稅點計係嘛？尤其是特朗普今日講一樣，聽日又講第二樣，咁咧你好難，即係你好難去有嗰個確定性低嘅話咧，或者話。你個不確定性高，你個風險大嘅話咧，咁啊對股價咧就係比較麻煩啲咯。你買咗你都唔係好安樂啦，係咪？第二間係咩啊？聯想762。哦，聯通係嘛？聯通762係啦。聯通又另一樣嘢，聯通咧其實個股價咧係比我想象中強㗎。其實聯通咧你當佢係增長股，梗係唔係啦，係咪？聯通而家其實中國三大電信商咧，無論中國電信又好、中國移動又好、中國聯通又好，你望住佢嘅收入增長得單位數，一定係單位數增長嘅收入，仲係低單位數。咩叫低單位數啊？低過5% 嘅增長就叫低單位數啦，即係可能2%、2%、3%、4%。嗱，個收入咧就低單位數嘅增長。嗱，咁佢個收入低單位數，但個盈利可能又接近雙位數啦。如果你聯通就相對呢三間就係好啲嘅，聯通嘅增長咧可能有雙位數，當然係低雙位數。咩意思啊？即係可能10% 咁上下已經好正㗎啦。OK， 咁其他中國移動同埋中國電信可能都係單位數增長啦，即係講個盈利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咁樣計咧，當然聯通仲有好處就係佢個股息，佢個派息比率咧係比較低嘅嚇。即係變咗佢提升派息比率嘅空間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喺三大營運商嚟計咧，因為佢盈利增長係比較多，佢派息比率提升空間比較多，咁所以咧佢個股息率嘅即係個股息嘅增長係比較高㗎。咁但係無論如何，佢嗰個估值因為佢股價實在表現得比較即係升得比較多啊，咁所以你計翻佢股息率咧，亦都唔係咁吸引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佢因為頭先講嘅原因啦，即係佢增長比較多啊嘛，咁所以啲人咧願意俾高啲嘅估值佢咯。咁但無論如何，電信營運商個投資邏輯都係為咗收息嘅啫，你唔會為咗
你唔會為咗增長噶嘛，你唔會信佢啲咩雲計算啊乜啊，嗰啲增長咧係得個收入增長㗎咋，盈利其實冇乜盈利㗎嚇，你實際盈利都係得單位數，最勁咪10%低嘅雙位數咯，即係咁啊。咁啊，我呢度講翻啦。咁啊頭即係喺 Facebook 咧，之前有個觀眾都問咗941嘅禮拜，我咁相信都即係同時都解答咗嗰位觀眾嘅問題㗎啦。咁樣跟住啦，就關於嗰個遠東宏信嗰個問題啊，咁樣就有一個觀眾就 Kenneth 啦，咁啊問呢個關於3360同埋其他兩間租賃股2666同1606嘅質素同前景，同埋另一個觀眾就話：，聽落都好似同2588差唔多喎，咁樣。即係唔知石人先生即係對呢個即係呢幾題嘅有咩見解啊，或者你有冇嘅你諗嘅分析咧？係啦，唔該。嗱，其實香港港股有幾間類似啲啊嗰啲金融租賃啦，咁除咗3360之外咧，仲有2666啦，環球醫療啦。咁環球醫療咧其實我持有㗎，環球醫療都唔錯啊。不過如果你同呢個股息率咧，咁2666咧係冇3360咁高啊，但係環球醫療我都中意啊！環球醫療咧，其實咧佢都係做金融租賃啦，佢都係從一個金融租賃向營運去轉型㗎，即係而家都冇辦法，你淨係做金融租賃呢啲傳統業務嘅話咧，你係慢慢咧就會呢邊會此消彼長啦，即係話金融租賃呢邊係你唔收縮都好啦，你都要喺營運嗰邊咧去尋求增長啊！咁2666咧就向醫院營運嗰邊去增長，去發力嘅嚇。咁佢都有金融租賃呢邊㗎，不過佢傾向於係醫療行業嗰邊㗎。咁呢就2666啦。咁啊2588咧就直頭係專做我講緊中銀飛機租賃啊2588。咁啊佢應該係市場上飛機租賃最優質嘅公司㗎啦嚇。不過估值就比較高啦，因為好嘢咁梗係高啲啦。咁2588我以前都買過啊，咁不過因為後來因著沙士啦，係咪因著呢一個 Covid 啦，係咪因著 Covid 啦，又因著俄烏戰爭啦，咁佢有啲飛機又俾人扣留啊，諸如此類。咁所以我一段時間就冇買佢啦。咁佢一直以嚟估值都係比較相對比較高啊，咁所以股息率係比較低。咁但係質素係比較好啦。咁當然。仲有呢個1606啦嚇，即係叫做國咩租賃啊？06咧個好處就係佢個派息比率，即係個股息率都係比較高嘅嗱。不過唔好咧就係唔知點解咧，佢2024年咧，佢又將個派息比率降咗啊，降咗啊。咁佢話我要留多啲錢啊嘛，咁但係我呢樣嘢就唔係太好啦，因為佢本身好似派息率都係3成啫嘛，佢而家連3成都要降到2成幾，咁我覺得即係個印象冇咁好啦。咁雖然佢股息率都唔低㗎，都 OK，即係1606，我覺得即係你當係一籃子咁樣一堆咁樣持有佢都唔係唔得嘅嚇。咁另外咧，其實仲有1848啦嚇，呢一個都係做飛機租賃，即係港股呢啲啦嚇。咁樣係啦，咁樣就。關於跟住就不如問一條關於中概股㗎啦，咁樣就 Kenneth 就問咧，就關於個拼多多 PDD 啊，同埋咧阿里巴巴長線咧邊個發展更加好？咁我知徐立賢都有研究開，咁啊四人先生你都有研究開，咁可唔可以兩位即係四人先生先，咁啊跟住就徐立賢你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四人先生講一講呢個問題咧？係啦，唔該晒。嗱，以用家嘅角度啊，我淨係從用家嘅角度啦。咁我咧就係我網購咧我就用淘寶嘅啊，即係甚至我女呢排咧都好中意喺淘寶買嘢啊，唔知點解。咁我發覺係幾正喎，我就未用過拼多多啊，因為我睇咗雪球嘅管我財成日批評阿拼多多啊嘛，話拼多多啲嘢咧。佢雖然平㗎，但係咧其實咧原來咧嗱，我唔知佢講啲嘢真唔真啊，因為我冇俾佢哋發過啦。佢話拼多多即係佢其實有啲廠家咧生產啲嘢出嚟咧2個版本㗎。你當一個拼多多版本，一個非拼多多版本啦。即係話你雖然表面上你買到同樣嘅嘢，OK，其實佢係有2套嘢做出嚟嘅，做俾拼多多嘅咁梗係平啲啦。咁點解會平啊？咁可能個質素會差啲啦，係咪？咁所以咧，你唔好以為你買得好平啊，同樣嘅嘢，哇！點解拼多多喺度買平咁多嘅？
因為咧嗱，根據管道我才講啦，就因為佢俾啲嘢係你渣啲咯嚇，表面係一樣，其實係渣啲嘅。咁所以咧我就冇諗，我自己就冇幫襯拼多多啊。我聽完管道才咁講咧，我就唔敢喺拼多多度買嘢，我驚佢質素唔得啊嘛。咁所以咧，我淨係幫襯過淘寶，我覺得淘寶幾好啊嚇。so far 我買咁多嘢，我都覺得質素都唔錯啊。服務我覺得都冇問題啊，可能我要求低啩。一買咗之後咁好快，因為好勁喎。譬如我禮拜日落單，跟住咧可能禮拜二已經收到㗎啦。收到香港啊，已經收到啦，即係好犀利啊！咁所以我二選一，我梗係呢一個阿里啦嚇，即係純粹從購物消費者嘅角度啊，咁啊俾阿徐立賢講啊。係，徐立賢先生係。我諗大家即係睇即係拼多多又好，睇淘寶又好啦。咁我諗大家可能會即係用一個角度就係即係一個就係國內業務啦，一個就海外嘅業務啦。咁過去一段時間，我諗即係大家都會認同就係國內嗰個嘅網購嘅競爭嘅情況咧，可能已經係進入一個即係紅海嘅情況啦。咁啊，即係包括即係拼多多又好啦，淘寶又好啦，京東也好啦。咁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即係內地嗰個嘅電商個競爭環境係非常之激烈啦。咁所以令到即係各個嘅平台可能都要進行一啲唔同程度嘅補貼啦，去刺激嗰個嘅GMV 啦。咁而即係亦都喺一段時間咧，其實大家可能會對於拼多多可能會睇得比較好啲嘅原因，可能就係因為即係中意佢嘅天貓啦，即係海外嗰個嘅業務啦。咁但係隨住即係關稅嘅政策啦，咁而家即係美國，即係如果你空運一個小型包件去呢個美國嘅話咧，咁其實係都要徵收嗰個稅項嘅。咁呢樣嘢咧就對於天貓嚟講咧，可能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啲嘅影響，因為即係之前其實佢就後改為呢個小型包件嗰個免關稅嗰個即係情況咧，進入美國嗰個市場入邊咧，其實就令到佢有一段時間有一個比較高速嘅增長咯。咁而呢一段時間之後咧，咁我諗大家就會即係比較擔心嘅就係佢喺嗰個海外市場嗰個擴張嘅能力係究竟係會點咯？咁而拼多多咧，咁你話拼多多佢自己本身即係除咗淘天啦之外咧，其實佢自己喺東南亞咧都仲有一間即係有入股嘅公司係拉沙達啦。咁但係咧，佢嘅海外嘅業務一向就叫做唔係話經營得太好咯。咁所以我諗就令到即係市場對於佢海外嗰個嘅擴張性嘅觀感就比較差啦。咁而呢一段時間我諗就你見到拼多多sorry，你見到即係阿里巴巴啦個股價即係個股價會相對都係做得唔錯。咁有幾方面，一就係關於即係我諗係馬雲啦，或者即係你見到即係內地嘅政治環境，好似對於即係內地嗰個商家嗰個嘅情況係有啲即係改善啦。咁對於民企嗰個觀感可能有啲改變。咁所以你見到呢一段時間阿里又會做得好啲。咁加上阿里本身佢喺嗰個 AI 嘅投入咧，大家都會見到啦。個 Kiwi 其實嗰個嘅大型嘅 AI 嘅模型咧，其實亦都喺海外嚟講，其實都係做得一個唔錯咯。咁所以而家你拉上補下嘅話咧，其實如果你話稱阿里同拼多多咧，其實都係各有優勢啦。阿里就可能喺 AI 嘅投入方面可能會做得好啲啦，拼多多可能就係過去一段時間嗰個海外嘅擴張係做得好啲嘅。咁已經係打穩咗個基礎啦。哪怕即係除咗美國之外，咁其實佢喺東南亞或者係其他歐洲啊，或者一啲新興嘅市場咧，其實佢嗰個嘅擴張性咧都做得唔錯。咁所以呢個就可能佢會清高少少咯。咁而本土嘅業務，我諗競爭程度咧就大家都係大家面對問題可能都係差唔多。咁我諗呢個就當係打成平手啦。咁所以呢個就大家睇下，你覺得即係嚟緊個 AI 個發展係重要啲啊，定還是即係究竟本業即係電商嗰個嘅即係海外嗰個嘅情況，你覺得會唔會比較重要咯？咁呢個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參考咯。咁樣就跟住就問一條即係有個叫做係啦，咁有個叫 Man 嘅人咧，咁就問咗即係今年美國咧傾向咗減息啦，點解長債會一路價格會下跌啊？
咁樣唔知兩位有咩見解咧？關於呢個問題係啦，唔該。嗱，我簡單答下啦。嗱，首先好多時咧，啲人話債跌啊，你要講清楚係價跌定係息跌喎，因為咧係兩個唔同嘅嘢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 in general 咁講啦。嗱，大家要知道咧，美債有長債同短債啦嚇。咁一般嚟講咧，短債咧就會受到聯儲局嘅加息減息影響係比較大嘅。嗱，首先大家要知道聯儲局咩叫聯儲局？聯儲局減息先。聯儲局減嘅息咧，其實係講緊聯邦基金利率。乜嘢叫做聯邦基金利率啦？聯邦基金利率其實係類似我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嘅隔夜拆息利率，即係 overnight 嚟嘅啫，即係一日嘅隔息嘅拆息利率嚟㗎咋。即係話聯邦基金利率只係講緊類似香港一隔夜嘅同業拆息，所以美聯儲只係加減操控緊聯邦基金利率。咁其實聯邦基金利率都唔係一個實質，即係一個 exactly 一個數喎，其實佢係一個 range 嚟嘅啫嘛。所以你會見到佢目標其實聯邦基金利率即係話應該咁講，聯儲局其實係目標係控制聯邦基金利率嘅目標，維持一個範圍。其實聯邦基金利率每日都唔同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美聯儲局控制只係好短期嘅美國利率，咁呢個咧就會令到美國嘅國債短期嘅國債利率係會受到聯儲局加減息嘅影響。即係話如果你覺得聯儲局今年會減啦，嗱咁啊短期嘅國債嗰個講緊個利率啦，嗰個收益率啦或者孳息率就會跌㗎啦因為咧會減息啊嘛。咁所以聯儲局只係影響短期嘅美國國債利率。嗱，至於美國長期嘅國債利率係另一回事嚟喎。嗱，長期嘅國債利率譬如10年啊、30年嗰啲咧，佢影響因素咧就冇咁同聯儲局相關，聯儲局亦都控制唔到嘅，因為咧呢一個講好長期噶嘛。你講10年啊、20年啊、30年啊咁長期咧，就同聯儲局冇關㗎啦。反而同咩有關咧？同一個預期，即係話市場要預期對乜嘢預期咧有關咧，就係對，譬如你對經濟嘅預期你視乎你覺得未來經濟好啊，會唔好啊？對通脹嘅預期，你覺得未來嘅通脹會升啊跌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叫需求，其實需求都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嚟㗎。即係話，如果你覺得未來哇長債嘅需求供應好個供應供需其實都係供需，你覺得哇未來美國30年、10年啲長債供應大把係咁拱出嚟嘅，供應多咗，價格一定跌啦。價格跌嘅話咧，你嗰個利率咪會升咯，係咪？咁所以咧，你即係想講就係美國短期嘅國債利率咧係會受到聯儲局嗰個嚟緊就嚟會採取行動係有影響，但係長期國債利率係不受或者話非常之間接或者話非常之少影響係受聯儲局嘅影響嘅。佢更加係對未來嘅預期，包括通脹嘅預期，包括經濟嘅預期，甚至包括個供需嘅關係，係影響更加大嘅。OK， 咁如果你個價跌，咁即係可能覺得市場覺得我對美國長債需求冇咁多啊，但係你美國長債嘅供應會越嚟越多，咁你價咪跌咯，債息咪升咯。呢個就我嘅睇法啦。咁徐答辯有咩補充？都冇乜太大特別補充，因為即係個觀眾其實可能都冇講清楚嘅，應該即係點樣跌翻嘅話，即係見到個債梗係債價跌啦，債息跌啦。咁我覺得即係頭先阿善良先生講得好啱嘅，即係你聯儲局可能即係減息加息個預期咧，其實更加反映咗喺個通常都係一啲短年期嘅國債入邊咯。通常我哋都會用2年期國債作為一個即係更加係 reflect 住嗰個市場對於個加減息個預期咯。咁長期嗰個利率就更加就好似善良先生所講啦，咁都要同經濟同埋即係一啲即係嚟緊嗰個嘅市場對於嗰個嘅信貸風險啦，或者對於嗰個嘅需求嗰個影響會更加大咯。咁所以呢個就大家要去即係去評估翻究竟即係市場究竟係睇緊啲乜嘢咯。咁樣仲有3條，不過盡快答完佢就即係冇啦，應該就咁樣。就有個油奶嘅觀眾就問有冇美股高息股可以介紹啊？即係我講清楚啦，即係啲
介紹一隻數據嘅分享啦，即係唔代表係買賣意見嚟。咁啊，麻煩啊，徐立先生有冇啲即係你嘅心得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咧？係啦，唔該。我對美國嘅即係大俾徐立員講。係，呢係俾佢，仲有兩題，我諗志陽先生答埋啦，最後兩題係啦。唔好意思啊，我諗即係可能大家習慣咗咧，就係香港因為即係冇股息稅啦，咁或者都冇乜其他啲咩資本增值稅啊啲嘢，咁所以就同美國個投資個風格咧，其實有啲唔同嘅美國市場。你發覺咧，即係大部分嘅美股咧，其實佢哋個股息率咧，其實都係好低嘅。咁一來因為即係啲投資者其實就係唔中意收咁多股息嘅，因為咧對於佢哋嚟講咧要收股息稅嘅。咁啊，對於佢哋嚟講咧，你公司派息咧其實就即係雙重納稅。咁所以咧，其實就你發覺咧，美國嘅公司咧更加係通常咧會用一個即係股票回購嘅方法咧去提升個每股嘅盈利啦，或者去回饋翻個股東咯。咁因為即係市場上流通嘅股份減少啦，咁啊令到即係每股個盈利增加，咁啊令到個股價增長。咁所以就變咗咧，其實即係一般嚟講咧，投資美股好少人話即係要買一啲所謂嘅高息股嘅。咁啊，通常高息股都可能係一啲即係一啲 special dividend 啦，或者係一啲特別嘅原因，所以會派高息啦。咁啊，所以好少公司係會長期派一個好高嘅息率嘅，甚至乎即係大家可能即係睇巴郡咁樣啦。咁其實巴郡係從來都唔派股息嘅，雖然佢每股嘅現金其實都好高啦，你見到。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極其量都係只會進行一個回購咯，而唔會即係直接派翻個股息俾股東。咁但係美股咧就好多時啲人就會即係揀一啲咧就係可能係長期有派息一啲好長嘅 track record 嘅公司去投資咯。咁最經典嘅例子就係譬如 Philip Morris 啦，咁即係一個香煙股啦。咁即係亦都係即係大家好熟悉嘅品牌啦，萬寶路啦。即係如果大家年長少少嘅應該都記得以前即係細個好多萬寶路嘅廣告。咁佢其中個公司就係 Philip Morris。咁呢間公司咧就有一個好長嘅派息嘅 track record 啦。咁所以就係一啲即係對於中意一啲即係比較穩健投資者嚟講咧，作為一個即係選擇嚟嘅。咁至於ETF 咧，其實美國有一個 ETF 咧叫做即係高息貴族嘅 ETF 嘅。咁係啦。咁其實佢唔係話真係高息嘅，佢意思其實咧係講緊呢一個 ETF 咧投資一啲公司咧就係佢有一個好長嘅派息嘅 track record，而佢嘅派息咧亦都係有提升嘅。咁所以就組成咗呢隻 ETF。咁個曲我一時間就 recall 唔到，咁或者我下次或者我喺翻個留言區嗰度答翻大家。咁呢個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咁但係 anyway 咧，大部分都係投資美股嘅人咧，通常都係一啲即係尋找一啲 growth stock 啦，即係一啲增長股為主啦。其實如果你話要買一啲高息股咧，其實你買中港股市可能更加好，因為 at least 起碼都唔使派，即係唔使因為收到股息而納稅嘛。咁所以呢個就大家可以諗下咯。咁樣就問一條關於阿里㗎啦。咁即係頭先有個觀眾啊，阿崔 R 咧就問耀才咁長久持有，大家都知買入咗股啦。咁樣就即係唔知志陽先生有冇即係根據而家急升咗之後有冇其他新嘅睇法咧？係啊。我覺得咧其中咧點解耀才即係阿里即係買咗佢之後咧升得咁好咧？因為有啲人咧就將佢同富途個市值比較啊，即係覺得哇富途市值咁多係咪？咁你阿里入去咁你都冇理由爭咁遠㗎。嗱，冇錯，你將來可能我假設你市值真係可以追貼呢個富途啦，但係市值嘅上升有好多種方法㗎嘛，唔係靠你而家呢一個咁多咁嘅股數。嗱，市值上升點啊？你股數不變嘅話，咁你咪股價上升咯，係咪？咁乘股價乘呢一個股數，咁你咪市值係咁多咯。咁你如果你股數唔變嘅，你市值你要追貼呢個富途嘅，咁冇錯，你股價會升好多。但係未來你就算你個市值耀才嘅市值追貼富途，係唔係淨係靠股價升咧？會唔會靠個股數佢可能係增發股票啦？你諗下，佢由而家要變身到追貼呢一個富途，佢需要好多資本投資嘅喎。你嘅資本投資邊度嚟啊？你靠你而家每年賺嘅錢，就算你唔派息都好，你每年可以保留幾多資金
發展啦，好大可能佢就要增發啊嘛。咁你靠增發之後，而令到你嘅估值追貼富途，咁你未必係你嘅股價會升好多嘅喎。OK，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啲人嘅嗰個邏輯咧係有啲問題嘅。你純粹從你阿里或者呢一個螞蟻買咗呢一個耀才，咁我個市值冇理由同富途爭咁遠嘅，所以我未來耀才嘅市值要追貼富途。OK，我就算你未來真係會追貼富途，咁你究竟係靠乜嘢方法追貼先？你係靠股數唔變，純粹靠股價係咁升好多倍，令到你嘅估值追貼富途，咁我梗係覺得你勁啦。咁問題係咪會咁樣啊？係咪 ？OK，呢個就我嘅睇法。咁樣我嘅見解就一就想講咧，就係一點嘅。咁樣就我睇到 C 個情況咧，就係好多本地嘅即係券商嘅股份咧，慢慢流咗啲內地券商嘅持股。咁啊，唯一想同大家分享就即係對於耀才嘅生意，可能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個價值已經係已經超過咗佢基本價值㗎啦。咁樣內地人咧就覺得有憧憬，但係嗰個憧憬係咪一定係咁樣真咧？就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啦。即係我只能補充咁股價嘛。你炒 A 股就知㗎啦。A 股到時一個概念咧就飛天㗎啦。但係港股咧呢一種，如果你純粹靠概念咧，係唔持久嘅。OK，即係你可能一時 OK，你要飛天，但係你會跌翻落嚟咯。即係港股市場唔可以用淨係靠概念，靠一個股仔就可以飆上。你冇錯，你某時某刻可以飆上去，但係你要持久嘅話，你真係要有基本因素去支持你嗰個估值咯。OK，咁樣就講到呢度啦。咁樣最後一題啦。咁樣就市場先生呢個係你強項嚟嘅。咁樣就最後一題啦。Kevin 問就減咗息對保險股係咪利好？咁樣就最後一題啦。哇！嗱呢個問題咧我都睇過。嗱呢個問題會可以講好耐㗎。嗱我簡單啲講啦。利率咧影響保險股咧係影響個資產有兩嚿啊。一個就股票 OK。如果你假設內地減息係利好股票市場嘅，咁你保險公司事實係揸唔少股票㗎嘛，咁佢喺個股票嗰個股權投資咧，佢有所得益嘅。但係我之前都講過，唔同嘅內險咧，佢股票嗰個比重又唔同，佢股票個分類會計準則嘅分類又唔同。嗱，我俾一啲數據你啦嚇。嗱如果你股票咧，你分類咧新嘅 I17咧就係I9啦。I9嘅分類咧就分股票就分 FVTPL 同埋 FVOCI 啊嘛。嗱我逐個講啦。嗱，中國人壽分類做 FVTPL 咧就88%，咁即係代表咩？代表咧，如果你股價升咧，佢即時反映喺嗰個利潤表嘅。OK， 就好敏感。同埋中國人壽因為佢純壽險咧，咁佢股權投資亦都佔比比較多。即係話咧，保險公司要受惠股市升咧，有兩個因素或者兩個層次嘅。第一個就係你個資產有幾多百分比係投資入股票。第二，你投資股票嘅呢啲資產，你點樣會計分類？你係分類 FVTPL 啊定 FVOCI？咁即係話，如果一間內險，佢投資喺股票嘅比重越高，然後佢投資喺股票嘅嗰啲股票分類係 FVTPL 嘅比重越高，咁佢係越受惠股市上升嘅。OK， 咁中國人壽講過啦，佢投資股票嘅比重已經係比較高，然後佢股票投資歸類做 FVTPL 有88%，亦都係好高嘅。OK， 所以中國人壽係受惠股市上升。如果你話減息會令到股市上升嘅話，咁中國人壽係受惠。中國平安係點啊？嗱，中國平安相對嚟講，佢本身投資股票嘅比重係冇咁高。第二，佢投資落股票度，佢點樣分類啊？佢分類做 FVTPL 得39點幾%嘅啫，即係話佢係遠遠低於中國人壽。所以其實股市上升對中國平安嘅受惠咧，我講緊利潤嘅受惠啊，係冇咁多嘅嚇。佢相反就係你覺得佢對股市冇咁敏感啦嚇，冇咁波動啦，亦都可以咁睇嘅。嗱，中國人保咧，相對喺嗰個投資股票嘅比重當然亦都係冇咁高啦，而佢
股票投資當中歸類做 FVTPL 就有54.6%，即係你當55%啦。冇國壽咁多，嗱高過平安，咁所以佢都受惠股市上升嘅。太保啦，太保咧亦都係佢股票投資亦都係唔算多嚇，同中國人壽比，佢本身股票投資嘅比重已經係冇中國人壽咁多。佢股票投資歸類做 FVTPL 咧就70.2%，亦都冇國壽咁多，咁所以太保對股市嘅敏感度咧，或者受惠股市上升咧，亦都係冇國壽咁多嘅。新華啦，最後講新華。新華咧係咁多間中資壽險股，佢股票投資佔比最大嘅。OK， 第二佢股票投資有幾多歸類做 FVTPL 有82.1%。咁所以綜合嚟講咧，應該就新華最受惠股票上升，其次就係中國人壽啦。咁呢個咧就係股市啦。咁第二就係債市啦。債市咧就大家要知道啦。如果你債息跌啦，債息跌咧即係話債價上升啦，咁亦都好分化嘅喎，亦都視乎你究竟你債券喺呢個 I9之下，你點樣分類啦？嗱，好多時咧，你金融資產係視乎你點分類嘅喎。債券嘅分類有3種啊，一種就亦都係 FVTPL 啦，即係話債價會 mark to market， 然後個浮虧浮盈直接入利潤表，或者 FVOCI， 即係話債價會 mark to market， 浮虧浮盈唔入利潤表係入咗 OCI， 即係資產負債表。第三係 AC 啊，即係 amortized cost， 即係話成本攤銷法，即係話咧佢係唔會 mark to market。大家要知道，保險公司持有債券，如果你係歸類做 amortized cost， 佢係唔會 mark to market 嘅，債價升跌係同佢冇關嘅。OK。咁呢個就視乎你究竟你點分類啦。咁其實都好分化㗎。咁再講呢個話題咧，就要多啲時間。咁所以大概俾大家呢個概念啦。OK， 咁今晚應該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即係想仲有一條問題，咁樣人哋問有個觀眾問我，你有冇持有遠東宏信係啦 ？OK， 利益申報，我係持有遠東宏信3360嘅，我都持有2666嗰個環球醫療。OK， 我持有1606呢一個國金咩租賃嘅。OK， 我記得就OK， 多謝大家。好嘅，多謝，拜拜。OK， 唔該晒。下星期再見。有興趣就參加我 Patreon， 咁可以參加我下個禮拜日呢一個 Patreon 會員嘅首次網上聚會啊！多謝大家，拜拜。拜拜。